身为世子的他，猫狗见了却要捂着屁股跑，甚至连蚊子都不敢叮咬他。魏渊缓缓睁开眼睛，只感觉身体好一阵虚弱。被雷劈都没死，古往今来能被水缸粗细的雷电当头劈下，而且还是连劈36道，谁能活？我魏渊能。紧接着，魏渊便感觉不对劲，因为自己所在的房间太过复古。世子醒了，世子醒了。魏渊不管不顾10几个老灯在自己身体上动手动脚，只是感觉自己羞愧的想死。他穿越到一个地球历史书中未曾记载过的古代王朝，国号大魏。大魏王朝的开国元勋，异姓王，魏国公魏伯约之孙，名字还叫魏渊。魏渊生来便是世子，文不成武不就，但却是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只要被他看中的女人就拿钱砸，金钱诱惑不成，那就靠权势威逼。村口的鸡鸭鹅狗猫，只要是雌性，看到这家伙都得捂着屁股跑。京城无论王公贵族还是贩夫走卒，都流传着一句成语：文不丁冤。半年前，魏伯约携孙上朝，想倚老卖老，给魏渊在朝里谋个贤职。结果魏渊偷偷潜入慈宁宫，给宫女下药，迷趴之后才知道对方不是宫女，乃当朝公主，还是南昭帝最喜爱的女儿，青城公主。南知帝怒，要将魏渊凌迟处死。魏伯约古稀之年老将挂帅，出征戍边，只为了拿命换军功，弥补魏渊犯下的杀头大罪。3天前，魏渊勾栏听曲，长娘们探讨人生，取长补短，结果吐血昏死在花魁的肚皮上。如果不是南昭帝拿出皇家的千年紫金参给他吊命，又派来御医救治，他小命就没了。忽然房门被人一脚踹开，一名身穿染血甲胄、人高马大、须发皆白的老者冲进来。御医，我的龟孙儿是死是活？还要谢陛下的千年紫金参，如今世子已无性命之忧。爷爷您辛苦了，让我看看您有没有受伤。少来这一套，每次犯错都弄爷慈孙孝这出，老夫都有免疫力了。副将，送这龟孙子去禁闭室，面壁思过3天。一名身披甲胄、满身铁血钢漆的将军走过来，就像拎小鸡子般将魏渊提溜起来。爷爷，按照遗传学来说，骂我是龟孙儿对您也不好。滚！把这龟孙兔崽，把魏渊关禁闭7天，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能放得出来，为我解甲沐浴。等下我要进殿面圣。另一边，魏渊被带进禁闭室，所谓的禁闭室就是魏伯约曾经的练功房。进入练功房，魏渊脸上纨绔气一改，五心朝天，坐在蒲团上仔细查看自己的身体。筋脉淤堵，骨质疏松，不到20岁5脏6腑就已经有了衰竭迹象。不用想也知道，这具身体已经被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夜夜笙歌掏空了。我这些年到底在干什么？但好在筋脉淤堵可以利用易筋经洗精伐髓，4肢百骸与5脏6腑衰败可以利用药物滋补。也算自己觉醒记忆的早，否则再过几年这身体就彻底废了，大罗神仙也难救。同时他还在体内发现一缕未散的毒素，十分隐蔽，也就是魏渊自己的身体，否则别说御医，就算是医圣也难以发现。合欢逍遥水这种毒十分歹毒，会与中毒者的肾水融合，平时不显山不漏水，可只要行房事就会毒发身亡。从表面上看，就像劳累过度猝死。魏渊这些年的纨绔得罪人太多，想弄死他的人没有1万也有8000，所以他推敲不出是谁给他下毒。觉醒记忆的魏渊已经不是当初只知吃喝嫖赌的魏渊。近5年开始，自己的大伯、叔叔、堂哥、堂弟一个接着一个的战死沙场。1年前，自己父亲和2位哥哥更是与10万魏家军全部战死在幽州边关，与匈奴的厮杀。原本人丁兴旺的魏家，如今只剩下自己和爷爷这一老一废。如今对方终于向自己这个废物下手了，或者说早就下手了，因为迷趴公主他根本就没下药。魏渊只是纨绔，但不是傻，怎敢跑去皇宫下药？原本魏渊在某人的引导下，好奇想去偷偷去看这大魏第一美人青城公主，难知长啥样。可他刚到慈宁宫，就被一个半遮半掩、美到令人窒息的女人抱住，俏脸绯红的让自己要了她。此情此景，相信是个男人就扛不住。看来有人想让魏家绝后啊，就不知道对方是谁。今后我这纨绔人设还得继续演下去。杀父弑兄之仇，无论你是谁，所属什么势力，我都要将你千刀万剐。就在魏渊胡思乱想时，敲门声响起，紧接着门开，魏渊的2大御用狗腿子之一福顺探头探脑地走进来，在他身旁还带着一名17、18岁的少女。世子，朱少爷怕你这7天寂寞，给你送来个美女，还是个厨哦。福顺口中的大少爷是朱思伯，其父曾是魏伯约麾下的将军，战死沙场后期而被魏伯约带进魏府，妻子收为义女，儿子收作干孙。父兄、爷爷、大伯虽然溺爱自己，但作奸犯科这些事，他们还是会严管。每次都是这朱思伯偷偷劝自己去嫖赌。半年前引导自己说青城公主是大魏第一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激发起自己好奇心的人也是他。
最重要的是，1年前他与自己父兄战死，10万魏家军，自己父兄无一人生还，可他却活着回来了。魏渊本想让福顺把人带走，可想想自己需要立住花花大少的纨绔人设，便把少女留下。小的就不打扰世子雅兴了。福顺渐渐的一笑，把人推进门后离开。少女进门后，一把掀开自己的衣服，站在魏渊身前。衣服穿上，我不会碰你的。在练功室找个房间住7天，你就离开吧。忽然一阵强烈的杀意传来，少女把手伸到身下，缓缓抽出一柄沾染鲜血和屎的小刀。被关禁闭7天的纨绔世子，面对送来的美女却保持了克制，没有去碰她，而美女却从下体抽出一柄沾染鲜血和屎的小刀要杀她。世子，朱少爷怕你这7天寂寞，给你送来个美女，还是个厨哦。少女进门后，一把掀开自己的衣服，站在魏渊身前。衣服穿上，我不会碰你的。在练功室找个房间住7天，你就离开吧。忽然一阵强烈的杀意传来，少女把手伸到身下，缓缓抽出一柄沾染鲜血和屎的小刀。卧槽，玩这么大，妹子你不疼吗？割痔疮也不能自己动手啊！少女表情没有一点羞涩，眼神中只有冷酷的杀机。这种眼神，魏渊曾在没有自主意识的死尸中见到过。有些人坐不住了啊，着急让我去死。就你也想杀我魏某人？不自量力的狗东西！魏渊猛地踏前一步，吓得少女后退2步。不知道魏渊如此气定神闲，到底有何倚仗？然而他死都想不到，魏渊竟然扭头就跑。来人啊！杀世子了！快点来人啊！这是那哪样？有刺客！快来人啊！魏渊声音很大，震得死尸耳膜生疼。死尸派夜长梦多，挥舞匕首，就像辣椒吃多了犯痔疮了一样，脚步踉跄地追了上去。很快，魏渊被死尸堵在角落。魏渊拿起了大器上的鸡竹木别，不要过来啊！我魏家是将军家，本世子也是会武功的，而且老厉害了。谁不知道你魏世子文不成武不就，你会个屁武功！我要提醒世子一句，鸡竹木必是枪杆，没枪头可捅不死人哦。果然，魏渊胡乱甩了10几下，便脸色潮红的重重喘着粗气。废物世子玩够了吗？玩够了，那你就去死吧！你应该感到荣幸，因为完成任务后，我会和你这废物一起死，死吧！小刀朝向魏渊的脖颈狠狠地刺去，可他想不到的是，魏渊忽然抬起头，眼神遍布血丝，猛然挥枪刺入他的胸口，枪杆刺入少女胸口，鸡竹木别燃卸的前端从背后支出来。这怎么可能？谁说没枪头就捅不死人？我之前示弱，就是等你出刀空门大开的一瞬间。魏渊站起身，从身上取出几根酒针。这是之前我从玉衣那顺来的，本意是在练功房配合易筋经来洗精伐髓，但没想到碰到了杀手，所以我干脆用银针刺血，激发体内为数不多的潜力，关键时刻爆发出10倍以上的力劲，代价就是3天之内肌肉撕裂，动弹一下都疼得要死。少女尸体死不瞑目地倒在地上，魏渊也是脱力地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世子，御医说你大病初愈，需要滋补，魏公特意让厨房给你炖的山参飞龙汤。可当大妈看到瘫坐在地上，浑身被汗水浸湿的魏渊以及死尸少女的尸体后，吓得惊叫一声，手中汤锅掉在地上，扭头就跑。杀人了，有尸体，死人了。很快，副将带领10几名侍卫急冲冲地赶过来。然而，所有人见到这个情景后不由一愣，紧接着进殿面圣归来，心情大好的魏伯约也好奇地走过来，只见魏渊满身大汗淋漓，一个少女光着身子，胸口插着枪杆，半跪的姿势趴在地上，身后还哗啦啦地流淌着鲜血，混合着粪便。你个龟孙儿，玩女人就玩女人，竟还玩这么变态，往死里玩！家丑不可外扬，王副将，你先带队离开。遵命。副将带人离开，魏伯约第一时间关上门，快步走到魏渊身边。爷爷，他要杀我！我知道，爷爷眼睛没瞎，他手里拿着刀呢。妈了个巴子的，枪杆子刺穿身体3寸，这最少需要练枪5年才能做到。这是你小子能扎出来的枪？爷爷，我姓魏，魏家将门，英雄种。想我爷爷魏伯约年轻时以草莽身份匹马入京城斩平生暴富，后来参军后斩将夺旗登仙陷阵，4大战功历了一遍，最后更是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先皇亲笔御赐4个大字，勇冠3军。我魏家子嗣必然要学爷爷画灵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妈了个巴子，从哪抄的词？文绉绉的还挺好听的，像那么回事。爷爷，这是我原创。放你娘的屁原创！你什么文化水平，老子不知道。去年你因为一首《咏雪》，一片一片又一片，2片3片4 5片，6片7片8 9片，被白马书院退学，都成全京笑话了。
虽然你夸的老子很高兴，但有件事我要警告你这龟孙儿，你爷爷我不要这老脸，进店面圣，拿百颗匈奴皇室人头给你换了婚约。和倾城公主，对，你这龟孙儿咋知道？全京师就那娘们黑长得俊啊！老子魏伯约，银鞍照白马，什么如流星，咋有你这么个废物龟孙儿？这娘们你从哪淘来的？福顺送来的，说是朱思伯帮我找的。尽避免了，这件事你也不要放在心上，爷爷会处理妥当。另外记住了，公主下嫁我魏家，这段时间你他妈给老子消停点，再弄出那些主攻下3路的破事，老子把你腿打断。魏渊的卧室，他的另一个狗腿子魏府管家的儿子喜顺跑进来。世子，你的威名现在传遍京城了。啥威名？把人姑娘巴巴都弄出来，还给搞死了。老子名声就你们这群被养败坏的。魏渊抬手就要给喜顺俩大逼兜，但动作牵扯到撕裂的肌肉，疼得他直咧嘴。自己给自己俩嘴巴。世子，你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吗？也对，都把人姑娘搞死了，现在劳累过度。滚！我说你写去药房抓2副药，然后抬我去勾栏。世子，你都虚成这逼样了，还要去勾栏找女人，身体能受得了吗？劳累过度连手都抬不起来的世子，却让下人抬着自己去青楼找女人，而且他还让下人去药铺抓了2副药。世子，你的威名现在传遍京城了。啥威名？把人姑娘巴巴都弄出来，还给搞死了。老子名声就你们这群被养败坏的。魏渊抬手就要给喜顺俩大逼兜，但动作牵扯到撕裂的肌肉，疼得他直咧嘴。自己给自己俩嘴巴。世子，你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吗？也对，都把人姑娘搞死了，现在劳累过度。滚！我说你写去药房抓2副药，然后抬我去勾栏。世子，你都虚成这逼样了，还要去勾栏找女人，身体能受得了吗？你说我虚成啥样？英雄样，帅气样。刚刚是小的口误，口误。哼，被叫去勾栏听取。遵命。魏公，调查清楚了，朱公子有不在场证明。福顺呢？在运河里发现了尸体，被人灭了口。妈了个巴子的，到底是谁想让我魏家绝后？必须查，往死里查。魏公，你救急未愈，还请息怒。魏公，世子出去了，出去散散心也好。派人跟着了吗？您的贴身侍卫魏1、魏2在暗中保护。魏1、魏2都是身经百战的顶尖高手，有他们俩保护，那龟孙儿的安全也有保证。这小子去哪了？魏公，世子先去了药铺，然后又带药去了勾栏。我也是贱，这龟孙儿除了去赌坊，也就是去勾栏和教司坊了。我还嘴贱问什么？他去药房抓的什么药？魏公，这是药方。魏伯约看着药方上面记录的药材：肉苁蓉、菟丝子、嗷嗷叫、锁阳。魏公，我问过大夫，他说是壮阳。别说了，自家龟孙儿啥逼样我了解，我就是嘴贱多余问。妈了个巴子的，本以为这小子会背诗，银鞍照白马啥的转了性，万万没想到啊，这龟孙儿他根本就没变，带壮阳药去教司坊，这是要一边输出一边补。魏公，有人在门外求见，自称您在江湖时的老友。江湖上的老友？魏伯约一怔，早年间他混过江湖，的确有些朋友，后来这些人不是跟着他参军，就是被仇家所杀。让他进来吧。很快，一名须发皆白、身穿粗布麻衣、斜挎黄布包的老者走进来。伯约兄，30年不见，可否记得在下？千秋老弟。魏伯约连忙起身，给来人一个属于男人的熊抱。此乃江湖第一神医，鬼谷一门的掌门人穆千秋，这可是皇帝赵安都不进宫的神医。伯约兄还是和当年一般，没任何变化。我已不是鬼谷一门的掌门了，老了，也该退位让贤给年轻人。如今我挂个鬼谷一门太上长老的名头，游走四方，无拘无束，美哉妙哉！我也想隐居2县，可惜魏渊那龟孙儿。魏伯约长叹一声，穆千秋抓住他的手腕，为其诊脉。看来江湖传言是真的，老哥你在战场受伤了，救急加新伤，老哥你命不久矣啊！一把年纪了，生死早就看开了，我死也就死了，唯独放不下魏渊的龟孙儿。千秋，老夫还有几日可活？3月，但由我出手，还能给你续命到1年左右。穆千秋说完，随手拿起书案上的2张药方，眼神惊变，连忙抓了起来。老哥，这是谁给你开的药方？别乱说，老夫这把年纪了，怎么可能开壮阳药？是我的龟孙儿魏渊。这可不是壮阳药，妙，太妙了！这剂量，这搭配，老夫自诩神医，但开这药方的人医术绝对在我之上。千秋老弟，就是个壮阳药方子，你不至于这样吧？老哥，这可不是壮阳药方，而是滋补4肢百骸、5脏6腑，温和滋补，
不伤身的灵丹妙药，也是你现在最适合的药方。我适合？你老小子不会是诓我吧？我以项上人头担保，绝对没忽悠你。这个药方比较复杂，有舒筋活血、治疗肌肉筋脉拉伤的作用，好像还有洗精伐髓的效果，也适合老哥你的救急。愣着干啥？麻溜照这药方给老子抓药去呀！老哥，这药方真是令孙所开，那他在医术上的造诣，造他一的奶奶腿。这龟孙儿他好色如命，专攻下3步，估计这俩药方是他按照壮阳药的方子误打误撞花钱淘来的。老弟，说不定那小子真有点医学天赋，要不我给他拽回来，你好好检查一下。另一边，魏渊已经猜到自己所作所为逃不过魏伯约的眼线，估计那2张药方已经在他手中了，得找个机会劝老登把药喝下去。魏渊被下人抬着进入勾栏，全场所有人无不侧目。3天前嫖到昏死，这又来了，都这逼样了还能嫖？牛逼，被抬着来嫖，色中恶鬼。当真是我被楷模啊！世子大驾光临，但世子奴家想求你一件事。有屁就放。我家姑娘细皮嫩肉的，金贵的很，世子可要轻点。今天京城都传开了，你把人家姑娘弄成糖葫芦，好像都看见巴巴了。喜顺掌嘴。喜顺对着老鸨子就是啪啪俩嘴巴。妈的，再嚼舌根子，老子给你这鸡窝拆了！老鸨子连忙低下头，不敢吱声。魏国公大获全胜，凯旋归来，所以魏渊现在可是如日中天，谁敢得罪他？魏渊丢给老鸨子一锭金子，打你舒服不？舒服，舒服，2巴掌给这么多金子，我有点不敢拿，要不世子再打几巴掌，让奴家金子拿得心安理得。找他妈放屁，快点安排姑娘。世子4大花魁都在，您想找谁？或者4个一起？今天换个口味，要体格大的、壮壮的那种，力气越大越好。卧槽，世子要猎奇！老鸨子吓了一跳，紧接着安排龟公去叫人。很快一阵地动山摇声音响起，只见一名2米多高、400多斤大胖女人，宛如像扑选手般走来。妈妈，我从干这行就没接到过活了，是哪位神仙大哥翻奴家的牌子？女人声音宛如洪钟，鼾声鼾气。这位就是神仙。呸！世子大人，你可要好生伺候，不得怠慢。女人豪爽的大笑2声，对魏渊做出小女人姿态。奴家江玉儿见过世子，世子放心，奴家肯定把你伺候舒服了。我可干净了，还是个厨呢。劳累过度，连手都抬不起来的世子，去青楼却找了一个400多斤的大胖女人，而女人自入行以来还是头一次接客。妈妈，我从干这行就没接到过活了，是哪位神仙大哥翻奴家的牌子？女人声音宛如洪钟，鼾声鼾气。这位就是神仙。呸！世子大人，你可要好生伺候，不得怠慢。女人豪爽的大笑2声，对魏渊做出小女人姿态。奴家江玉儿见过世子，世子放心，奴家肯定把你伺候舒服了。我可干净了，还是个厨呢。你力气大吗？江玉儿一只手把喜顺拎起来，随便转了2圈放下。就你了，跟我进房间。世子，奴家抱您走。江玉儿一只手拎起魏渊抱在怀中，大步流星地走进房间。全场客官纷纷吞咽唾沫。世子真乃神人也，这娘们大屁股，估计能一下把我做碎了。世子肯定有猎奇收集的癖好。进入房间，江玉儿轻手轻脚地慢慢把魏渊放在床上。世子，小女子自打入行以来好几年，今天还是头一次接客，但请您不要怜惜奴家。江玉儿一把抓住魏渊的衣领，开始扒衣服。人家还从来没有试过，有一点紧张，不要因为奴家是娇花而怜惜。来吧，世子，用力的摧残我，让狂风暴雨来得更猛烈些吧。打住！我问你，会弹琴懂音律吗？我会弹棉花、炖鱼。会下棋懂棋谱吗？我会下将打老虎。本想按照乐谱或者棋谱来指导他，给自己按压数学，可这货除了人高马大、体态丰满到极致，其他根本一窍不通。算了，那你也不可能懂穴位，不行换个人。懂，我懂穴位。小时候在山里砍柴，捡到过几个小泥人，上面就画着穴位。14经穴是什么？361个穴位，分布在12经脉和任督二脉上，如睛明穴、大敦穴等。卧槽，还真懂。那你告诉我，风府在哪？后脖梗。就你了，先做热水，必须要滚开的水，倒满整个浴桶。好。江玉儿出去后没多久，抱着装满水的大浴桶走进来，微微用力，单手把装满水的浴桶举过头顶，再轻轻放下。装满水的大木桶，估摸最少得有1000斤重，壮士力能举鼎，我愿奉你为大魏第一好汉。魏渊伸出大拇指，
脱下身上寸锦寸金、名贵的云锦长袍。玉儿，手三阴经，从胸走手，从手走头，走一遍，越大力越好，最好能透过皮肉直达骸骨。明白。江玉儿撸胳膊挽袖子，伸出肥乎乎、满是老茧、不善大的手，狠狠按在魏渊手臂胸前数穴。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魏渊张嘴吐出一口鲜血。肋骨他大爷的裂了，你稍微轻点。世子，你还不如混世魔王抗案。混世魔王谁？我在老家山上养的大狗熊。拿本世子和狗熊比，轻点按。江玉儿按照魏渊的指导，在魏渊浑身上下的数穴按了个遍。虽然他已经控制了力劲，但还是把魏渊按得鬼哭狼嚎。守在门口的喜顺吓得浑身颤抖。世子就是世子，这种顶级大河马都能驾驭得了，可就是这叫声有点恐怖啊！可想而知，房间内的战况有多猛烈。喜顺，听说世子猎奇，我们也来瞻仰瞻仰。几名平时与魏渊厮混的公子哥走过来，当听到魏渊的惨叫后，纷纷连连吞咽唾沫。玩得这么凶吗？可这叫声谁玩谁啊？各位公子，我觉得还是不要看了，我怕长针眼。言之有理，风紧撤乎。房间中，魏渊感觉自己经历一场酷刑，在18层地狱里转了一圈，没办法，这娘们力气太大了。玉儿，浴桶里的药材化了吗？化了。把我放进去。魏渊忍住沸水的炙热，艰难地转运一斤精，热水让汗毛孔全部打开，一点点排除体内积攒多年的毒素。玉儿，你用气刺激我的天柱穴。世子，啥叫气？就你肚脐下3寸位置。那是毛。那是肚脐下7寸，我说的是脐下3寸丹田里的气海。原来这玩意叫气，我一直以为它是尿呢。虽然丹田很靠近膀胱，但丹田是在尿包的上面一点点。等会你的气已经到了化液的程度，气化液那是武道大宗师的标志。大宗师做娼妓，活久见。江玉儿的气和自己爷爷一个修为，但爷爷年老体衰，单打独斗的话，估计也打不过这娘们。不到2个时辰，浴桶里的水变浑浊，魏渊身体表面有一层黑乎乎、散发着恶臭的粘稠液体，有点像融化的沥青。这些污垢都是多年隐藏经络、筋脉、血肉中的毒素与杂质。咕噜，强烈的变异让魏渊忍不住捂住肚子。骨骼、血肉、肌肤的毒素杂质从汗毛孔排出体外，那么五脏六腑的杂质毒素则是从大小便。正常情况下，我年纪不大，五脏杂质不是很多，坏就坏在渗水之中的奇毒合欢逍遥水。魏渊腾的一声从浴桶里跳出来，抓住衣服胡乱挡住重要部位，飞奔出房间，奔向茅房。勾栏里听取的客官都在谈论刚刚猎奇的魏渊是个勇士，结果就发现魏渊用衣服挡住身下，飞快地跑下楼。最重要的是，他身体表面包裹着黑乎乎的粘稠液体，一走一过一恶臭。好臭啊！难道是屎？世子把屎涂抹一身做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他太猛，只喷了一身？毕竟他把人家姑娘弄成了糖葫芦。我被楷模，世子无双。排五脏之毒后的魏渊回到房间，江玉儿用潘，也就是淘米水和皂荚洗了10几遍，才把魏渊洗干净。世子，马上3更天了，老爷可是给你下了门禁，回家晚了肯定会被揍，还是吊起来抽的那种。准备轿子回府，另外让老鸨子滚过来，我要为玉儿赎身。明白，世子，小的这就去。等会，世子你说啥？要给这大河马赎身？猎奇玩一次就算了，咋还要长期把玩？你个妖妇，对我家世子下了降头邪术，对不对？世子去青楼不找4大头牌，却找了一个400多斤的大胖娘们，而且玩一次还不够，还要给这大河马赎身。世子，马上3更天了，老爷可是给你下了门禁，回家晚了肯定会被揍，还是吊起来抽的那种。准备轿子回府，另外让老鸨子滚过来，我要为玉儿赎身。明白，世子，小的这就去。等会，世子你说啥？要给这大河马赎身？猎奇玩一次就算了，咋还要长期把玩？你个妖妇，对我家世子下了降头邪术，对不对？别以为你这妖妇做的天衣无缝就没人能揭穿，我喜顺精明的跟猴一样，一眼就能看穿你这妖妇的小把戏。这魏国公府没我喜顺都得黄铺。你是个蛋啊，还没你得黄铺。未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需要玉儿为我按摩，而且她今后是我御用侍卫，级别比你高，对她说话客气点。之前我通过旁敲侧击套话，已经摸清了江玉儿的身世。出生在北方山沟猎户家的女儿，因家乡闹土匪，全村都被杀了。年幼的她被绑上山当童养媳。一次她想偷偷逃走，结果不小心掉进山涧里的洞穴中，意外找到几个身上画着穴道的小泥人。被土匪重新抓回去后，就开始按照小泥人身上的标志练了起来。结果就是越练力气越大，身体也是变得更大更魁梧。
也正因为实在让男人无法下嘴的形象，才在土匪窝里保留了厨子之身。后来朝廷剿匪，江玉儿以人票的身份被救出来，被地方官偷偷卖给了人牙子，又几经转手被买进了青楼。世子，你真的要为玉儿赎身？找他娘的废话，开价吧！世子，玉儿这姑娘在我手里好几年了，我们的感情就像亲母女一样，这灵不丁的忽然要走了，我这当妈妈的还真舍不得。妈妈，我这辈子唯独你让我吃上了饱饭，我也舍不得你。玉儿不赎身了，我要跟着妈妈一辈子，给你养老送终。没等江玉儿说完，老鸨子一把推开他，脸上眼泪消失不见。世子，1000两银子拿走。我是世子，不是傻子，1000两，你他娘的自己留着吧，本世子不要了。被叫回府。世子留步，买卖，您买我卖，价钱咱好商量。我这漫天要价，您也得讨价还价不是？50两银子。那可不行，这些年他在我这吃的都超过50两了，怎么也得400两银子。100两。300两。50两。这咋还越叫越少了？100就100。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下，魏渊带着江玉儿离开。客人和老鸨子都在脑海中浮现出魏渊小马拉大车泪吐血的样子。世子，你把他带回家，我怕老爷真会打死你，而且明天整个京城都会传你为大河马赎身，你名声可就臭了。本世子还有名声吗？的确没有，但风亲传言，你可以质疑世子的人品和德行，但不能质疑世子的审美，毕竟你之前强抢的民女长得都是如花似玉，可如今你连审美都没了。魏渊看了一眼唯唯诺诺满面担忧的江玉儿，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实力有多强。武道大宗师者，要么是顶尖宗门的掌门人，要么是可入灵烟的上将军，要么在皇帝身边当御前侍卫大统领，最差的也是在顶级名门望族当座上宾。现在自己就花了100两买来，绝对是便宜占大发了。玉儿，你在担忧什么？我怕吃不饱。我堂堂魏国公府怎会缺你吃食？今后放心大胆吃，咱想吃啥就吃啥，吃到饱吃到撑，还不用你干活。世子，你可能不知道我能吃1顿10斤米呢，而且你不让干活，这天底下哪有白吃饭的道理？世子，你别嫌弃我吃的多不要我了，我不想再挨饿了。10斤米，你1顿100斤米，本世子都养得起你。当然也不是让你白吃饭，你今后可以保护本世子，谁打我你打谁，我让你打谁你打谁。可打人犯法。犯法？老子他娘的就是王法，干了公主都没事，我怕鸡毛。后面有2个跟屁虫，你给我把他们俩揍一顿，但记住收点力劲，别打死打残，我不好向爷爷交代。明白，世子。好好干，回家以后让喜顺安排厨房，给你炖几只鸡，焖一大锅饭当宵夜。江玉儿大马金刀地站在街上，掐着腰，就宛如一只穿着裙子的没毛大狗熊。2名身穿劲装30左右岁的男子探头探脑地出现，可2人刚露头，便感觉月光没了。在他们2人身前出现一面高墙，正是江玉儿。只见他伸出肉乎乎、蒲扇大的双手，一手一个抓住2人的脑袋。2人还没反应过来，便发现一股强大到不可抵挡的巨力传来，紧接着便感觉自己飞上了天，随后重重摔在地上，咔嚓，2人的手臂肋骨断裂。抱歉，没控制住力气，没想到你们如此不禁打。魏国公府魏伯约的书房中，在其对面站着一名40多岁、气宇轩昂、国字脸的中年男子。陛下身为九五之尊，深更半夜跑到我这土埋眉毛的耄耋老叟家中，不知有何贵干。朕此次前来有2件事：第一，担心亚父身体；第二，商谈魏渊与南枝的婚约之事。老夫还有1年的时间，就要去陪伴先皇。当今乱世，大魏将倾，戍边诸侯拥兵自重，境内的5姓7望族也都有了反叛之心，蠢蠢欲动，江湖草莽谋划着揭竿起义。魏伯约说到这，发白的须发无风飘荡，整个人释放出强大的铁血杀气。但只要我魏伯约一息尚存，这大魏无人敢造次，所以陛下还有1年的时间破局。亚父，现在谈谈魏渊和南枝的婚事吧。魏渊今后为朕的乘龙快婿，朕保他安享晚年。公主下嫁，我魏家自然不肯怠慢，彩礼就是老夫留在戍边的30万魏家军。既然如此，那朕就不妨碍亚父修行，告辞。世子去青楼找了400多斤的大胖娘们，玩了一身屎，回家却没有被挨打，还被爷爷表扬了。老爷出大事了！老爷，世子他去勾栏找女人了。他天天找女人，这算个屁的大事！不是，他这次找了个400多斤的大河马，还玩了一身屎，又给那大河马赎身了。
如今整个京城都知道了。魏伯约气得浑身颤抖，连忙用手掐自己人中，另一只手连连捋顺自己胸中恶气，良久才缓和。那龟孙儿现在连审美都没了，妈了个巴子的，老子必须得心狠了，否则我大仙后还没等见到先帝，这龟孙儿就得在黄泉路上追上来。管家拿绊马索和金条，等那龟孙儿回来，老子把他吊起来抽。此时管家、王玄策一人拎着绳索，一人捧着金条站在魏伯约身旁，就等着魏渊回来加法伺候。然而等来的并非魏渊，而是2名身穿劲装的壮硕男子。2人浑身是土，嘴角带血，看手臂扭曲程度，明显已经骨折。魏一、魏二，你们怎么回来了？渊儿呢？是不是遇刺了？魏公，世子他没事。我们这一身伤是被世子打的。放屁！真打起来，世子连个娘们都不一定打得过，能打过你们2个国公贴身侍卫？不是世子，是世子身边的大河马，他就不是个人啊！2米多高，400多斤，抓住我俩脑袋就往地上摔。此话当真？比珍珠还真。那大河马手比蒲扇都大，抓住我们俩脑袋，我和魏毅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魏公、魏一、魏二可都是先天级别的武道高手，更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之战。能打得他们俩毫无还手之力，我估计对方是宗师，甚至是大宗师。魏伯约摸了摸2人的脑袋上残留的气，那女人绝对是个大宗师，武道修为不弱于我。魏公，既然如此，有一事末将不明，世子为什么要让他打自己人？他在告诉老夫，自己不是顽劣，反而行事有方，枪杆子捅死人，然后弄出顶级药方，如今又花了100两买个大宗师，这臭小子好像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魏公，您这话末将没听懂。你不需要听懂，记住这件事不要外传，偷偷去调查一下这个江玉儿，并且今后渊儿无论做什么事，你们尽可能的配合，但需要向我汇报。遵命。临近魏府，喜顺拿出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世子，你回去这顿打肯定跑不了，提前把他垫在屁股上，挨家法抽不疼。你放心，爷爷是不会揍我的。哎，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回家以后，世子你就自求多福吧。回到魏国公府，一切风平浪静，根本没有喜顺想象中爷慈孙孝的名场面。慈爷手中剑归孙身上劈，又见孙不惨，祭出鸡毛掸，恭迎世子回府。然而还是没有双眼冒火，愤怒的魏伯约出现。魏公没说过世子回来让你们把他绑到书房？没说过啊。难道是要原地揍一顿？也没说过啊。这不符合常理。你丫还不麻溜去给玉儿准备夜宵，让后厨做10只鸡，10个大厨分别做出10种口味的鸡焖一大锅饭，再弄几个清爽小菜。住宿的地方也准备好，所有被褥都要新的，再找几个裁缝给他做30-50套衣服。对啊，住的地方要距离我近点，必须本世子喊一嗓子后，他能在10秒内马上赶到。江玉儿唯唯诺诺地跟着喜顺走进餐厅，很快川菜师傅端着黄焖鸡上来，紧接着湘菜师傅端上来罗盘烟熏鸡，随后便是扒鸡、椒盐米鸡、傣斩鸡等等，咕噜咕噜，都是我的，可以随便吃。在喜顺点头确定后，江玉儿再也忍不住，直接上手大快朵颐，看得几位厨师和下人连连打嗝。见过能吃的，没见过这般能吃的，不敢相信有人可以做到3口1只鸡。太香了，太好吃了。在窑子窝虽然也能吃饱，但多数都是粗粮和咸菜，只有逢年过节才有一点点肉。如今细粮加肉，敞开随便吃。他暗暗发誓，就算自己死也要保护魏渊，因为只有他活着，他才能吃饱。魏公，刚刚北方传来的飞鸽传书，这江玉儿调查清楚了，身份很干净，基本可以排除敌方势力趁机接近魏府的可能。紧接着，魏伯约发现王玄策有点不对劲，因为他的一条手臂往下耷拉着，明显是脱臼了。胳膊怎么弄的？末将刚刚假装不小心和他撞了一下，想要试试他的实力如何，您猜怎么着？胳膊瞬间被撞脱臼了。这江玉儿力气大得惊人，而且修为也在末将之上，就是太能吃了。不要钱的大宗师，是你加点粮咋了？玄策，你先去穆千秋那把胳膊接上，以免时间长了留下暗疾。王玄策离开后，魏伯约躺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悬挂天际的明月，嘴角微微上扬，笑了起来。我倒要看看你这龟孙儿还能给老子带来多少惊喜。翌日晌午，魏渊鬼哭狼嚎的痛叫声响彻整个魏国公府。老子还没死呢，那龟孙儿哭什么丧？回老爷，听下人说，世子把那江玉儿叫进房里以后，里面就传出世子的惨叫。怪不得大宗师不图钱，原来是图色。老哥，听闻那女人修为不低，但我们俩联手应该可以斗得过。不行，咱老哥俩去和他谈判，让他放过渊儿。那就劳烦千秋老弟随老夫走一遭，先礼后兵。如果这家伙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们老哥俩欺负女流之辈了。卧室中，魏渊坐在浴桶滚烫的沸水之中，江玉儿撸胳膊挽袖子，
卖力地为其按压数穴。忽然门被踹开，只见穆千秋手持炸药刀，魏伯约拎着龙头棒冲了进来。放了老夫的龟孙！没等魏伯约说完，便被穆千秋拦住，对江玉儿拱了拱手。女英雄，我们来问你中午想吃什么？世子把400多斤的大胖娘们叫进房后，发出哭爹喊娘的惨叫。身为大宗师的爷爷却害怕的不敢上前。放了老夫的龟孙！没等魏伯约说完，便被穆千秋拦住，对江玉儿拱了拱手。女英雄，我们来问你中午想吃什么？吃什么都好，管饱就行，我不挑食。那告辞。两个老头退回去后，魏伯约气得老脸铁青，手捂着心口窝。穆千秋，你难道看到这女人的大块头就怕了？我那可怜的渊儿满身污垢，这是喷了一身份啊！那污垢是你孙儿体内的杂质，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我听说江湖有一群女人喜欢玩变态，所谓的什么女王游戏。老哥你想偏了，他们是在刺激数血，外加上药浴来洗筋法髓。洗筋法髓？难道这龟孙儿他……看来令孙是想重启武道，可惜荒废多年，体内筋脉淤堵，所以必须要洗筋法髓。然而这等痛苦如刮骨剜筋，常人不可忍。渊儿是有大毅力之人。我就说老子的孙子岂能是泛泛之辈？走，千秋老弟，咱们再下一盘棋，大战300回合。魏渊泡在恢复药浴中，感觉神清气爽，身体都轻盈许多，全身毛孔微张，在自由呼吸，要多舒畅有多舒畅。几个大妈婢女捂住鼻子，伺候着洗掉身上杂质。喜顺探头探脑的进门，献宝般从怀中取出一个锦盒。世子，你看我偷出来了啥？说着就打开盖子，露出其中摆放整齐的卡牌。记得这套叶子戏是我早些年挪用父兄战死沙场的抚恤金，找能工巧匠花了8000两银子制作而成。父兄尸骨未寒，我就带着叶子戏跑到赌坊，美其名曰父兄祭天，法力无边，要大杀四方。结果那天输了1万两银子，爷爷被气得差点吐血，狠狠揍了我一顿，并禁足7天，没收了这价值连城的翡翠叶子戏。世子，我偶然得知这翡翠叶子戏是魏公让我爹藏起来了，所以我昨晚偷偷潜入我爹房间把它偷回来。万万没想到，我爹睡得正好，忽然来了雅兴和我娘造小孩。你是真变态，竟然还观看你爹妈娱乐。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只能躲在衣柜里。但我听到一个秘密。啥秘密？你们先下去，我亲自伺候世子洗澡。大妈婢女走后，喜顺东张西望，确定没人偷听。我爹说，昨天南昭帝亲临和魏公在书房聊了好久，不知道说些什么。后来南昭帝走后，魏公把魏府9成下人、侍卫都赶走了，换成了魏家军。魏府被各方势力渗透成了筛子，就算我爷爷不做，我也准备换一批家丁。南昭帝深夜到访，绝对是以自己和公主的婚约为由，向魏家讨论各项细节。他想要的彩礼很简单，那就是30万魏家军。而爷爷想要的嫁妆更简单，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想要掌兵根本不可能。爷爷想要我活下去，那就只能以30万魏家军当彩礼，送给南昭帝，换来与公主的婚约，求寄人篱下，苟延残喘一生。就在魏渊思考未来时，敲门声响起。魏渊，你给我一个解释。苍乃云。魏渊对喜顺使了个眼色，喜顺连忙上前打开房门。你个登徒子，你在洗澡为什么不说？麻溜穿上衣服，我在外面等你。世子别让苍姑娘等着急了，继续洗，让她等着吧。臭骚货，都让人弄怀孕了，还在我面前扮演清纯绿茶。世子，你转性了，以前苍小姐的话，你都是唯命是从。你说苍乃云配得上我吗？苍小姐秀外慧中，聪明伶俐，落落大方。我要听真话。那肯定配不上。虽然我魏家后代子孙废物点，但他苍家算个啥？后代子孙废物？你是说我吗？不是，魏家就我和爷爷2人。世子不要在意那些细节，继续说。苍乃云他爹苍清空，也就是个礼部侍郎，从四品官还是外地调任来的，估计在府门口跪3天，才勉强有资格见到我喜顺吧。当然他也是长得与梁郡主有几分相像，所以世子你才会对他如此百依百顺。可世子，他们终究是2个不同的人，你不能把对梁郡主的愧疚用来弥补苍乃云。我喜顺认为他不配。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实在忍不住了。世子，汪家的小桂子喝多了告诉我，苍姑娘经常晚上进入汪腾少爷的房间，一待就是1宿，下人们都听到房间里的喊叫声。喜顺把憋在心里许久的话说出来，如释重负，跪在地上紧闭双眼。知情必报，这是好事，本世子为什么要打你？可世子，你之前听不得旁人贬低苍小姐。你不是说了是之前？一炷香的时间，魏渊才沐浴完，
换上一身锦缎玄色长袍，走进院子。魏渊，你好大的胆子，竟让我家小姐等你这么久！喜顺，掌嘴！喜顺上前，反手狠狠抽在丫鬟的脸上，回头看向魏渊。我不喊停，继续打！一个小小侍郎女儿的丫鬟，竟敢对本世子大呼小叫，真是倒反天罡！找本世子何事？我……苍乃云有些怕了，他从来没见过魏渊用这种眼神看过自己。没关系，魏渊对我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肯定是我多想了。我找你要说法。昨日你把女孩玩弄死，又在青楼那种地方猎奇，找那么胖的女人，你让我颜面尽失。我很生气，我父亲也很生气，所以我觉得把你魏家门前的10家铺子给我父亲当赔礼。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半年前你父亲想要上下打点又签，找我借了3万两银子，记得明天连本带利还我，就按照大卫最高利率还10万两。什么？你让我还银子？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我没说错，你也没听错，明日不还，后天就变成20万两，大后天40万两，想赖账也行，但你会看到魏家军入府的一幕。赌了一宿连裤衩都输光的纨绔世子，却要向表哥借银子来赎回未婚妻，而表哥非但没借他，还要带他去赌坊大杀四方。渊哥，江湖救急，我把媳妇输了，快借我3万两银子还赌债。梁球，苍姑娘也在啊，每次见你都能想到我老姐，的确有5、6分相像。梁球打了个招呼，跪在地上抱住魏渊大腿，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哭了起来。表哥，救命啊！我也不知道为啥上头，与汪腾那小子赌了一宿，裤衩都输光了，还压向了未婚妻。你必须得借我钱，否则回家肯定会被我爹打死。梁球，大魏8侯4公中的梁国公嫡孙，梁家与魏家同属开国元勋。梁球也是文武全废，从小与我厮混，号称京城第2纨绔。汪腾想关公面前耍大刀，银行门口卖切糕，那自己就成全他，将计就计。借钱是肯定不借，但我可以帮你赢回来。走，随本世子去赌坊大杀四方。渊哥别闹了，你还是借我钱吧，谁不知道你魏渊10赌9输，啥时候赢过啊？找他娘的放屁，要么滚蛋，要么前方带路，自己选。魏渊与梁球勾肩搭背离开，在走到门口时，回头看向苍乃云。明天看不到10万两银子，别怪我把你全家女性送去教四方，包括你那芝麻官父亲在内，所有苍家男性发配边疆死囚营当敢死队。魏渊、梁球带人来到清河雅苑后，直接上了3楼最奢华的天字1号雅间。刚一进入，便看到金碧辉煌的包厢中坐着几名公子哥。随着魏渊落座，便感觉一阵神清气爽。以前没注意，原来这雅间有猫腻啊！这房间里氧气含量很高，还点了提神醒脑的香薰。来玩的赌徒这种环境下很容易输上头，并且没有困意，熬夜奋战都是常态。其实清河雅苑背后的老板就是汪家。魏兄，听说昨天你在青楼大杀四方，把大河马都干出屎，还喷了一身。去你娘的小王八！本世子要替梁球把钱赢回来。既然魏兄让赶着送钱，那小弟就恭敬不如从命的笑纳了。玩什么魏兄决定？那就头中压大小吧。清河雅苑3楼的赌坊掌柜何必树拿着头钟开始大力的摇晃起来，买大买小，压定离手。凭借魏渊的耳力，已经听出来点数556大。魏渊指向大，喜顺拿出500两银票放在大的上面。汪腾看了一眼何必树，同样拿出500两放在小的上面。何必树打开头钟556大，看招没？本世子赢这小王八就是玩，划他就是传。小汪腾拿捏，旗开得胜，渊哥牛逼。开始下一轮，魏渊听出对方点数1、2、3小，直接把1000两银票丢在小上，可随着打开，骰子点数却是大。魏兄抱歉了，小弟连本带利都赢回来了。魏渊看向何必树，凭借他的眼力，明显可以看到这家伙在开钟时用手指上缠绕的发丝极其隐晦地改变了点数。魏渊连续输了10局，整整5000两银子。渊哥，你这手是摸屎了吗？运气这么差，差点忘了，你不是摸，而是昨晚被喷了一身，输这么多了。不行，咱们不赌了，你借我3万两还债，下楼找娘们算了。不行，必须要赢回来。压小，老子就不信还能局输。就在何必树想要开钟的时候，魏渊忽然叫住他。他娘了个巴子的，你看我干什么？为什么要看我？他来开。世子这不符合规矩。没等何必树说完，魏渊起身一个大嘴巴抽了上去。这一下魏渊用了暗劲，直接打穿了何必树的耳膜。
何必树捂着耳朵，发出杀猪般的惨叫。魏渊显然没想放过他，抓住他的2根手指，用力一掰，咔嚓，骨骼断裂的声音响起。我废了，我这辈子废了。何必树双眼血红，疯狂地从腰间掏出尖刀，朝向魏渊的面门刺去。就在他临近魏渊身前时，角落站着的江远大步流星冲过来，一把抓住何必树持刀的手腕，咔嚓！因为江远太着急，没控制力道，直接捏碎何必树手腕骨，咣当，短刀脱手掉落，刀尖刺入地面之中。好锋利的刀，你竟敢谋杀世子，其罪可当诛！魏渊一个箭步冲上去，抬腿上撩，狠狠踢在何必树的裤裆上，鸡飞蛋打，小公鸡悲鸣的声音让在场所有男性浑身一颤。何必树整个人就像煮熟了大龙虾，佝偻着腰，疼痛达到极致，连叫声都不能发出。回府马人，把这破地方给老子砸了！汪腾摔杯为号，一群5大3粗的壮汉冲了进来。江远双手横推，一群壮汉都被江远推出包厢，上前一步把魏渊保护在身后。汪家想让魏国公府绝后，走进殿找皇帝问问9龙以上我那老丈人，让他说这事该咋办。魏兄别这样，咱们都是兄弟，有话好好说。汪腾见了汉，当众刺杀世子，这可是诛9族的大罪。况且何必树还是汪家的人，又在汪家的场子。魏兄你赢了，这是你想怎么办就划出个道来，我汪腾接了。魏渊微微一笑，拖着汪腾走到赌桌旁，先把头中开了，免得你说我耍赖，所以你开。汪腾打开钟后，里面的3颗芋头点数，1、2、3小。一码归一码，你现在欠我1万两银子，等会再说。刺杀本世子的事，我要赔偿，不过分吧？不过分。魏兄想要什么，直接说便是。我要这场子。啥玩意？你要清河雅苑？也想瞎了心？告诉你，不可能！汪腾激动的差点破口大骂。其实魏渊也知道不可能，毕竟清河雅苑日进斗金，而且对汪家还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既然你汪大少不想赔偿，那咱们换一个方法，梁球的赌债一笔勾销。另外，你再赔偿本世子5万两银子，当做精神损失费。手气郑家赢了几万两的世子，却突然不赌了，而对手为了能把银子赢回来，不惜趴在地上学狗叫来求他。魏兄，你今日手气郑家，为何不赌了？不想赌了？难道你想把赔偿的银子赢回来？求我就答应跟你继续赌。这行吧，魏兄，我求你了。秋儿，这小王八也没啥诚意啊。我看也是，昨天晚上小王八让我学狗叫了，一报还一报。小王八，你学2声狗叫，我就跟你继续赌。汪腾脸色阴沉，双眼满是阴雾，拳头紧握，犹豫良久，才学了2声狗叫。魏兄，这下你满意了？小王八，你学的狗叫还真像，果然是京城有善口技者。重新落座，魏渊摆摆手，喜顺将牌放在赌桌上。斗鸡，行。赌场的2掌柜一看就是笑面虎的中年男子，上来洗牌，给魏渊和汪腾每人发了3张。汪腾还是之前的套路，前3局让魏渊小赢。玩斗鸡人少没意思，梁球你也来玩，输赢都算我，就是凑个人数。既然世子发话了，那妹夫你也来玩吧，输赢都算我。第4局开始，每次发牌要么是蔡坤牌面大，要么是汪腾的牌面大，还经常会有仅差一点点的冤家牌，让魏渊和梁球把之前赢到的3万两都输了回去。渊哥，这牌有点邪性，要不咱们别玩了，反正3万两也是白来的，输就输了。不行，必须干到死。看到魏渊情绪激动，双目遍布血丝，明显上头的模样，汪腾给了笑面虎一个眼色。笑面虎心领神会，给魏渊发了3张天兵天将勾，汪腾手中的则是神话中的马、赵、温3位元帅圈。蔡坤和梁球发的是2个顺子。魏渊先不看牌，闷了几手，而后4人都纷纷看牌，分别开始压注。在胆小的蔡坤与魏渊按笔弃牌后，梁球也要放弃，但却被魏渊拦住。兄弟，我没银子了。借多少？5万两。5万两不是小数目，魏兄想用什么抵押？你想要什么？我要他。汪腾一指江玉儿，刚刚这大胖娘们一个人就干翻了汪家所有侍卫，此女必然是武道宗师以上的高手。我和玉儿情同手足，得加钱。10万两银子。行，签契约吧。魏渊在签下江玉儿卖身契的间隙，也快速的将汪腾的牌掉了包。我押1万两。我操，玩这么大！梁球想要和汪腾比，和我比吧。梁球拿起桌上的牌，忽然发现不对劲，自己手里的小2竟变成温琼神帅。不对劲，有人出老千。没等梁球喊出声，便被魏渊在桌下踢了一脚，后者连忙把牌丢进弃牌堆中。明知必赢，汪腾自然期盼着魏渊压得越多越好，当即跟了1万两，一直跟到10万两后，魏渊直接掀开手里的牌，豹子。小王八，抱歉了，是本世子赢了。魏兄且慢，
你可不一定赢啊。随即汪腾掀开一张牌，露出神帅赵公明，比你大一点啊。紧接着又掀开第2张，露出3只眼的马王爷。哎呦，还比你大，说不定我也是豹子呢。汪腾大笑，把手伸向第3张牌。魏渊啊，魏渊，感谢你为我送银子，今日我汪某人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看今后你别叫魏渊了，改叫苑总好了，哈哈。汪腾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的第3张牌竟是一张小2。是我们赢了。你出千，你出千，我明明是豹子，我明明是豹子啊！傻逼，你难道想玩不起？刚刚我找汪大少借了10万两，你点出10万两还回去，另外再多给这2币2两银子当利息。别说本世子小气。汪腾手捂胸口，差点急火攻心吐血。之前的赔偿加上他和蔡坤输的，加在一起让魏渊弄走接近20万两。这笔银子就算在侯府也是一笔不小数目。如果就这样认了，回去以后家法处置还小，可是会耽误未来家主竞争。魏兄，再赌一局行吗？求求你再赌一局。赌你大爷！20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这可比花魁那白花花的胸脯好看多了。渊哥，没想到你竟会签数，要不然咱们配合一下，把这清河雅苑拿下。你挺他呢，但今日之后估计京城没人和我们赌了，所以玩票大的。汪腾这小子也刚刚和文太师女儿订婚，我们也要把他未婚妻迎来。正有此意，但怕这小王八玩横的，你先安排人去梁家调1000侍卫，我让喜顺去魏家调1000侍卫。渊兄，你真坏，求弟也不善啊。彼此。赌可以，但必须继续4个人，而且赌小了没意思。行，赌。汪腾用余光瞥了一眼笑面虎，他不怕魏渊和梁球赌得大，就怕他们俩不敢赌。牌局继续，笑面虎生怕出错，所以只在魏渊和汪腾的牌面上动了手脚。蔡坤和梁球就随便发了手散牌。魏渊和汪腾牌面都是顺子，魏渊是4、5、6，汪腾的7、8、9。牌到手里，4人轮番下注，很快赌桌上就多出了20万两银票。全程汪腾都用手死死捏着牌，生怕被魏渊调包。魏渊把剩下的10万两又和梁球凑了15万两丢在赌桌上。想要开我们就拿50万两，拿不起你就认输。汪腾犹豫起来，把笑面虎叫来身边。确定吗？少东家，我用项上人头担保，世子的牌面比你小，那梁球就是一小队，你绝对比他们俩的大。行，这次要办得好，我提拔你当3楼的大掌柜。银子我的确没有了，但我有这清河雅苑，这里现在市值80万两，我当50万两呀。行，房契拿出来，然后咱们在契约上签字画押。签字画押，一切安排妥当后，汪腾直接把牌掀开，7、8、9顺子，而且还是同花顺。魏渊眉头紧皱，将牌面掀开后，露出5、6、7的顺子。裤衩都输光的纨绔世子，明明摸到全场最大的7、8、9同花顺，然而却被对手的一对小4给赢了。少东家，我用项上人头担保，世子的牌面比你小，那梁球就是一小队，你绝对比他们俩的大。行，这次要办得好，我提拔你当3楼的大掌柜。一切安排妥当后，汪腾直接把牌掀开，7、8、9顺子，而且还是同花顺。魏渊眉头紧皱，将牌面掀开后，露出5、6、7的顺子。赢了，我赢了。渊哥，你也不靠谱啊！你不是说稳赢吗？魏渊能靠谱，母猪都能上树。清河雅苑保住了，还把之前输的都挠了回来，而且又多赢了15万两，美滋滋，美滋滋啊！抱歉了。算了，都是兄弟，而且渊哥，你也是为了帮我赢回来才来的赌场，输就输了，大不了回家挨顿揍。我也没说会输啊，你把牌打开。开鸡毛，我就1对4。梁球无奈的把牌掀开，结果竟是3个4，豹子。梁球先是一愣，随即想到是魏渊动的手脚，激动的搂住魏渊连亲2口。赢了，渊哥，咱们赢了10万两，外加清河雅苑以后也是我们的了。不可能，你们俩出老千。汪腾想要去抢房契，但却被梁球提前一把拿到手里，端起酒杯狠狠摔在地上。10几名梁府和魏府侍卫冲进来，对着魏渊和梁球躬身行礼。参见世子。小王八，你他娘的还敢抢不成？信不信老子给你这砸了？抱歉，这里现在姓魏和梁了，所以不能砸。汪腾急火攻心，吐出一口鲜血。我要一个解释。少东家，这魏渊没想到竟也会千门手段，而且实力非凡，我们都被他扮猪吃老虎骗了。那现在怎么办？我输了30万两银子，外加整个清河雅苑，回家后我肯定会被家族打死。少东家，咱们继续赌，这次就你和世子2人，他没办法与身边人换牌，只要你能看住手里的牌，不被他调包，我们就稳赢。对，
对，继续赌。汪腾现在整个脑袋混酱酱，就像个傻子一样跑到魏渊身前。魏兄，渊哥，赌，我求求你，咱们继续赌。这些年你赢了我不下20万两银子，今日我连本带利都赢回来。既然你想翻盘，可本世子不想给你这个机会啊。但你都求我了，可就是求人的样子不太好看，跪下磕头，我就和你继续赌。行。此时心理防线彻底崩溃的汪腾，想都没想，就在众目睽睽之下给魏渊下跪磕头。本世子的鞋有点脏了，怎么办？我擦。汪腾用衣袖连忙给魏渊擦鞋。真是一条好狗，行吧，继续赌。这次对赌的只有魏渊和汪腾两人，然而魏渊其实就想立稳纨绔人设，顺便羞辱一下汪腾，说个压底的零钱，自己不跟着下大注就是了。可让魏渊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次笑面虎发牌又是一组冤家牌，他和汪腾两人都是3张一样的豹子。最令他不解的是，汪腾牌面竟比自己小。魏渊疑惑地看向笑面虎，后者露出奉承谄媚的笑。对啊，现在我是他老板了，这手临阵倒戈玩得漂亮啊！魏渊不禁笑出了声，随手丢下10万两银票，而后看向汪腾。你现在孑然一身，拿鸡毛和我赌？我拿命！小王八，你这条命还不如一条狗值钱，要来何用？那你们想要我押什么？要你媳妇！你他娘的昨晚赢了我未婚妻，我今天就要把屈辱讨回来，拿你未过门的太师千金来赌。行，我押了，我把太师千金押50万两。你他娘的也是想瞎了心！你以为太师女儿下面相亲还是镶钻了？值50万两吗？最多3万两，太少了，那就不赌了。3万两就3万两，我押。3万两也不够10万啊！这样把那个小白脸蔡坤的媳妇，也就是你亲妹妹押了2万两。彻底上头的汪腾只想如何把清河雅苑赢回来，无论对方说押什么，他都满口答应。行，我押。把你娘也押。别玩这么变态好吗？你汪家有个宝贝先皇御赐的人形何首乌，算你5万两。行，我押。魏渊又将清河雅苑的房契拍在桌子上。小王八想赢回去吗？想，我想。你汪家曾是摸金校尉一脉，江湖传闻你汪家有一株至宝灵翠，灵官之用它对赌，你可愿意？灵官之这3个字让又陷入疯狂上头的汪腾恢复一丝理智。相传以灵官之入药，无论多么严重的顽疾，都可以做到起死回生、白骨生机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夸大谣传，不可能做到起死回生，但也能让人延年益寿，而且特殊处理后药效温和，非常适合现在的魏伯约。我不能做主。看着汪腾犹豫，魏渊不停地用清河雅苑的房契煽风。求弟，今后这场子可就是咱们的了，我可以肯定回家以后爷爷会夸我。我爹肯定也能夸我，这清河雅苑可是日进斗金啊，今后咱们也就不缺银子了。刚刚恢复点理智的汪腾又瞬间上了头。赌了，让他签字画押。一切安排妥当后，汪腾把手里的豹子掀开，激动地大喊起来：我赢了！赢你娘了个巴子！你看看我是啥牌？看着魏渊手里比自己牌面还大的豹子，汪腾整个人精气神都被抽走了一半，瘫坐在地上。是你坑我！汪少爷，小人只是个发牌的，何来坑你之说？话落，笑面虎对魏渊躬身行礼。东家，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好你，赏你3000两银子，3楼赌坊，今后你就是大掌柜。谢东家。赢了别人未婚妻的纨绔世子，去自己家的赌坊，却被人直接抬了出去。是你坑我！汪少爷，小人只是个发牌的，何来坑你之说？话落，笑面虎对魏渊躬身行礼。东家。不错，识时务者为俊杰，看好你，赏你3000两银子，3楼赌坊，今后你就是大掌柜。谢东家。把这个一贫如洗、两袖清风、分逼没有的汪大少爷插出去，没钱还在这玩鸡毛。遵命。一群壮汉将失魂落魄、行尸走肉般的汪腾以及油头粉面的小白脸蔡坤直接抬出清河雅苑。渊哥，是不是该分银子了？分什么？之前说了，你上赌桌输赢都算我的，所以分你什么银子？渊哥，见者有份，你别这样。行，你欠小王八的赌债我不要了。就这点，渊哥，小球球对你可是言听计从，牵马坠镫。银子我有用，不能给你。放屁，银子谁都有用。清河雅苑给你1半股。那也少，等会给我1半股。你确定？当然确定，但还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卧槽，渊哥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拿你当兄弟，你却要干我。你以为就一个区区清河雅苑就能让我梁某人付出身体，
嘿嘿，能。戴渊哥，这方面我还是个厨，请您联系。别恶心我，我是让你陪我去收账，事情结束后，清河雅苑送你一半。好说好说，以前咱们就他娘让别人收账了，还没去别人家收过账，正好这次过过瘾。太师府，文太师正与家人用膳，忽然外面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2名看门的家丁鼻青脸肿跑进来。老爷，那魏渊打进来了。魏渊，魏国公家的魏渊。对，这小子和我文家有什么关系？他来做什么？我来当然是向岳丈大人您请安啊，顺便带我媳妇回府。一夜噼里啪啦的呼哈。文太师请看，妹妹汪小云抵押，拿错了，是这张。文太师仔细看了看，忽然大怒，狠狠拍在餐桌上。汪腾这狗东西，竟然把我女儿抵押给你了！岳丈大人在上，请受你的乘龙快婿魏渊一拜。说完，魏渊吊儿郎当的看向一名衣衫华丽、17、18岁年纪、姿色中等偏上，一看就是大家闺秀的千金女子。你就是文月丹吧？快让夫君我亲一口。对于臭名在外的魏渊，文月丹也是略有耳闻，吓得尖叫一声，连忙躲进自己母亲怀中。小女孩含羞，为夫都懂，但你放心，等下把你送去魏府，我会轻轻的。白皙柔嫩，肯定滑溜溜的，就是有点瘦。我可是能把姑娘巴巴玩出来的猛男，就不知道你能不能扛住。放肆！魏渊，你给本太师滚出去！卧槽，玩横的是吧？你女儿现在是我媳妇，白纸黑字，签字画押，明明白白。我有理我怕谁？都给老子进来！1000魏家侍卫，1000梁家侍卫冲了进来，把我媳妇拽回魏府。遵命。爹爹救我，救我！你马上滚，要不然老夫就要进店面上告一状。你告啥也没用啊！我有理我怕谁？来人啊，给世子拿1000两银子。你打发要饭的呢？你女儿我从汪腾那花了10万两银子。魏渊，你少在本太师面前耍无赖，真逼老夫进店告一状，你吃不了兜着走。无所谓，反正你前脚进店，老子后脚就把你女儿拽回府。咱们赌赌看，是老子出的枪快，还是皇帝救兵来得快？老杂毛，要么给钱，要么把你女儿带走。我渊哥第1炮，紧接着我第2炮，玩腻了迈进教私坊。你们要多少银子？20万两银子。放屁！你们怎么不去抢钱庄？抢钱庄哪有抢你来得快？求弟，你说咱们的文妹妹如果被送去教私坊，会有人出高价吗？汪腾那小王八，仗着汪家人丁兴旺没少得罪人，他的未婚妻再加上太师女儿这层光环，肯定会有公子哥1掷千金买单妹妹一夜春宵。渊哥，清河雅苑如今都是我们的了，为啥要把这好资源送去教私坊，直接在我们的场子拍卖单妹妹多好？求弟言之有理，愚兄受教了。渊哥过谦了。听着2个废物纨绔世子的商业互捧，文太师皱了皱眉。虽生气这2货侮辱自己女儿，但他更震惊的是清河雅苑的遗嘱。清河雅苑真被你们拿走了？比珍珠还真。魏渊拿出房契，在太师眼前晃了晃，紧接着又拿出汪腾签的其他欠条。20万两银子，我给你开一张收据。去账房拿钱。老爷，他这是敲诈您。我让你拿钱还不麻溜快去！本太师现在多一眼都不想看到这2个货。老管家不敢多说废话，连忙去账房取银子，银票装了满满1口袋，梁球不嫌累的背上。魏渊签下收据后，对文太师微微一笑，2人拱手友好的告别。渊哥，咱们现在去哪？当然是去汪家收账。锦衣侯府，汪家。小的们把侯府给本世子包围，连一只苍蝇都不能放出去。没等守门的家丁反应过来，便被侍卫控制住。魏渊冲上去，一脚踹在厚重打满门钉的朱门上。然而因为他的身体单薄孱弱，下脚又太猛，直接被弹飞2、3米，在地上咕噜了好几圈。梁球、喜顺以及2000侍卫想笑，但却又不敢，只能死死捂住嘴，憋得老脸通红。都他娘愣着看热闹呢，想笑就笑，别给自己憋死，还不快去开门！几名侍卫把厚重的中门撞开后，除了包围的侍卫，魏渊带着几百号人鱼贯而入。嫡媳！汪腾的老子汪守鹤带着上百号汪家子嗣走出来。魏渊、梁球，你们俩带兵跑我汪家做什么？把汪小云抓过来！裤衩都输光的纨绔世子，把自家赌坊和亲妹妹都抵押了，却大摇大摆地回到家里，把自己锁在卧室中。魏渊、梁球，你们俩带兵跑我汪家做什么？把汪小云抓过来！几名侍卫冲了过去，忽然一阵暴喝声响起：“有我铁掌无敌，同万金在此，尔等谁敢造次？”一名40多岁的彪形壮汉冲过来，伸出遍布老茧的双掌，打在去抓汪小云的侍卫身上。咔嚓，长刀被肉掌打断，去势不减打在身上，顿时骨断筋折，倒飞出去。
高手。魏渊一眼就能看出来，其太阳穴鼓起，满手老茧，应该是以外功为重，主修类似铁砂掌功夫的武道高手，最少有宗师境界。这个叫童万金的家伙很厉害，所以你不用留手，全力揍他。明白。江玉儿迈开大步，就像一只泰坦巨人，冲过去挥拳朝向童万金砸去。童万金不以为然，随意挥掌与江玉儿硬碰硬。块头大不代表就能打，今日我就告诉你这大胖娘们武学的真谛是。然而没等他的话说完，便被江玉儿一拳打在满是老茧、散发着金属光泽的手掌上，咔嚓，骨断筋折，整个手掌都被砸烂，血肉模糊。童万金整个人倒飞20多米，撞在院落中的墙体上，镶在了墙体当中，张嘴吐出一口夹杂内脏的鲜血，昏死过去。世子，我下手太重了，会不会把人打死？我会不会坐牢啊？本世子在你就放心吧，这次做得很好。还他娘的铁掌无敌，绰号起得响亮，结果就是个银枪蜡枪头，废物的东西！把汪小云给本世子抓来！我看你们谁敢动粗，我可是金科状元，天子门生，你们要敢对我动手，那就是有辱帝威，砍头的大罪。魏渊冲过去就是一脚将蔡坤这小白脸踹翻在地，紧接着对着他那张油头粉面、俊俏的小白脸狠狠踩了上去。天子亲女儿，老子都干了，你一个天子门生多鸡毛！魏渊上前一把抓住姿色中等偏下的汪小云头发，赔了，长这损样也太丑了，还足足抵押了10万两银子，不值啊！把他送你，你要吗？渊哥，我良裘虽好色，但色必有方，就这种货色，白给我也不要。魏渊，良裘尔等别欺人太甚，真以为我汪家是你捏的？我有理我怕谁？你儿子把你女儿抵押给我10万两，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我来讨账天经地义。汪腾呢？回老爷，滕少爷回家后就把自己锁在卧室中，到现在都不见人影，让他滚出来对质。很快，管家小跑回来，老爷，房间里没人，滕少爷好像提前跑了。我女儿你带不走，钱也不会给你，滚吧！卧槽，王腾的，本世子会怕你？给本世子把这锦衣侯府砸了，谁敢阻拦就往死里打，打不过就让玉儿动手。庶子儿敢！你他娘看老子敢不敢？我爷爷刚立下不世之功，本世子眼里还有谁？况且我有理，我怕谁？砸！侍卫们开始动手在院落里打起来，各种奇花异草、假山游廊全都遭了殃。现在她是我的婢女，把她给老子拴在马车后面，脖子上挂个汪府千金的牌子，游街示众。汪守赫气得双拳紧握，但看着魏渊身旁江玉儿，却又不敢上去。魏渊，你这样做可想好了后果？啥后果我听听。而且你汪家再牛逼，能同时报复魏家和梁家吗？让所有人住手吧！你直接说想要多少银子？20万两银子。放肆！魏渊，我看你是小辈，与你和颜悦色，可你竟不识抬举狮子大开口。没等汪守赫说完，魏渊拿出清河雅苑的房契，忘了与汪叔说了，你儿子把清河雅苑也输了，想要赎回来吗？我最尊重的汪叔叔，清河雅苑的事往后挪，现在谈的是汪小云，20万两银子，你给还是不给？不给的话，清河雅苑你也别谈了。好，20万两银子我给，现在谈谈清河雅苑吧。一码归一码，先把这笔银子给了。汪守赫摆摆手，很快管家捧着个装满银票的袋子走来，梁球见钱眼开的，连忙一把抢过来。魏渊，现在可以谈谈清河雅苑了。别急啊，汪叔，咱们还有些话得聊啊。魏渊拿出汪腾签下的抵押未婚妻文月丹的契约。还有，这小子输了多少？这抵押契你应该去找文太师，找我汪家作甚？我得讨要嫁妆啊！文太师之前把嫁妆都送来了，如今这单妹妹归我了，所以他们文家的嫁妆你得还我。魏渊，你真以为我汪家好欺负不成？这玩意你还赎不赎了？嫁妆虽然不少，但你汪家也不缺这点，20万两银子赎汪小云你都拿了，这可是最后一哆嗦。汪守赫记得文太师送来的嫁妆可不少，折合银子足足有5万两，但这5万两和清河雅苑比，连个屁都不算。我保证你这钱有命拿，没命花。把嫁妆清单拿出来，然后再去账房拨5万两银子出来。银子拿到手，魏渊把抵押契交给汪守赫。这清河雅苑，汪叔别急，咱还得聊啊。说着，魏渊又拿出人形何首乌的抵押契。汪叔您看，这何首乌跟清河雅苑比，就是一粒小芝麻。当然这次我不要银子，就要药材，听说这玩意入药能壮阳。给他拿。很快，管家捧着个紫檀盒，小心翼翼地走过来，递给魏渊。打开盒盖，可以看到其中有一株绑着红绳的人形何首乌，甚至都有了五官雏形。的确是好东西。先别提清河雅苑，汪叔，咱还得聊啊。还聊？那逆子到底输了你多少？
裤衩都输光的纨绔世子。当对方来要账时，发现祠堂下面的藏宝室，他的父亲却露出得意的笑。的确是好东西，先别提清河雅苑，汪叔，咱还得聊啊。还聊？那逆子到底输了你多少？当魏渊拿出灵官之的抵押器后，汪守鹤瞳孔极度紧缩。这东西我们家也没有，冤有头债有主，你去找汪腾要。没等汪守鹤说完，一名身材瘦小、双眼闪烁金光的侍卫跑过来。确定位置了。我刚刚偷偷跟踪管家到祠堂，汪家的藏宝室应该就在祠堂下面。今天这灵官之，你就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儿敢？你看我敢不敢？去汪家祠堂，谁敢阻拦，直接往死里打。老爷，是我不小心。这魏渊一步一个圈套，显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灵官之。别说是你，就连我也中了他的计。那现在怎么办？还有1炷香的时间，周都统就会带兵赶到，到时候这小子也就横不起来了。你要相信我汪家的机关术，这小子就算有点小聪明，也无法在1炷香的时间破开机关。魏渊进入汪家祠堂后，并没有让人分散搜索机关，而是下令让侍卫们以刀代替撬棍，把铺地的厚重石板全都撬开。渊哥，为什么不找机关，反而要撬石板？汪家藏宝密室也不能建在天上，肯定就在地下。他们家世代挖坟掘墓，做这些机关暗道是他们的强项，我们没必要费那劲寻找，直接都他娘的拆了，省事省事。世子有发现。魏渊走过去，发现这块石板下面有滑轮。让侍卫给江玉儿拿个金瓜大锤，玉儿用尽力气往下砸，回去给你弄好吃的。就昨天的鸡就行。行，给你弄20只鸡。江玉儿撸胳膊挽袖子，手持金瓜大锤，流淌着口水，狠狠地朝向地面砸去。轰！一锤下去，整个祠堂都跟着晃3晃。不得不说，这汪家的确有点东西。凭借江玉儿的力气，足足砸了10几下，才将机关砸穿。之后，魏渊直接让侍卫走了下去。但凡能看到的东西，全部搬上来。1米多高的红珊瑚，拳头大小的夜明珠，红宝石，各种顶级药材。最后2名侍卫合力抬上来一杆大刀，有点类似关刀，但却又有所不同，通体漆黑，由云铁打造。前朝第一猛将宇文定方的佩刀，3挺宝旗刀。听闻自己爷爷讲过，前朝大齐开国第一猛将，手中大刀重333斤，刀头3尺3，刀把3尺3，刀钻3尺3，所以名为3挺。想来肯定是汪家盗了宇文定方的墓，从中偷出来的陪葬神兵，以后就改名叫3挺宝渊刀。玉儿送你了，抽空我再教你一套刀法。还挺沉，握在手里重量正好。放下，都放下！你竟然用暴力破机关，快把所有宝物都放下！你不给灵官之，我就只能搬其他东西顶账。在我眼里，灵官之价值500万两银子，所以凑够了500万两我就走。这玩意就折算10两银子吧。还有这颗夜明珠，算20两。汪叔，这些玩意阴气太重，不像是好盗来的，就算我都拉走，你敢向皇上如实禀报吗？还是说你敢去我魏家把东西抢回来？灵官之本来就是你儿子输给我的，把它给我也算物归原主，这些东西我一律不碰，如何？我如你大爷的何？反正宝贝到手了，你乐意骂就随便骂吧。一株灵官之换这么多宝贝，值？魏贤侄，我们有话好好说，商量一下。我知道你想拖延时间等救援，这小把戏对我没用，我只给你半盏茶的时间，如果还看不到灵官之，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拉到魏家，有能耐你就在我爷爷眼皮子底下把东西抢走。汪守鹤顿时急火攻心，吐出一口鲜血，摔倒在地。汪守鹤仿佛整个人瞬间衰老了20岁。去我书房的暗格把灵官之拿来。很快，管家捧着一个半米多长的玉盒走来。魏渊看了一眼玉盒，是由一大块上好羊脂玉整块抠出来的锦盒，打开一点点缝隙，顿时浓郁的药香弥漫整个祠堂。看着其中躺着的血红到妖艳的灵芝，魏渊满意的点点头。就是这东西，把这些宝物都放下吧，咱们也该离开了，免得被汪家援军追上抢回去。魏渊大笑着把羊脂玉盒贴身放好，又在宝物中挑了几株药材，带兵大摇大摆的离开。看着魏渊迈着四方步，嚣张跋扈、渐行渐远的身影，汪守鹤气的握拳狠狠敲打墙面。一定要把汪腾那逆子找到，我要当众把他活活打死。魏渊，魏渊，我去你娘的魏渊！吩咐下去，不惜重金也要弄死他！我要魏渊他死无全尸，死无全尸！魏国公府，魏伯约盘膝而坐，一旁穆千秋为其行针走脉。千秋老弟，有了这顶级滋补药汤，我还能活多久？老哥，实不相瞒，原本1年，有了世子给的药方，如果你不大动干戈，安心静养的话，能有2、3年的寿命。只有2、3年吗？我这把年纪死就死了，可我唯独放心不下那龟孙儿，没有我的保护，他可咋办？
随着穆千秋拔针，打开窗门，久等的副将快步走进来。他有要紧事禀报，但穆千秋治疗时说过，严禁打扰，否则魏伯约会有生命危险，所以副将只能在门口干着急，不敢进来。出什么事了？是世子偷走了翡翠叶子戏，和梁世子跑去清河雅苑赌去了。这龟孙儿每次都被汪家的小子当冤种骗银子，这次他输了多少？没输，反而赢了。赢了是好事，你为何这副表情？魏公，世子赢了是好事，可坏事是他赢得太多了。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原本只有1年的寿命了，但却因废物孙子给的壮阳灵药，竟然能增寿10年。出什么事了？是世子偷走了翡翠叶子戏，和梁世子跑去清河雅苑赌去了。这龟孙儿每次都被汪家的小子当冤种骗银子，这次他输了多少？没输，反而赢了。赢了是好事，你为何这副表情？魏公，世子赢了是好事，可坏事是他赢得太多了。赢太多了，那是多少？1万两。光银票赢了30万两。卧槽，这小子赢这么多！不光如此，还把汪家日进斗金的清河雅苑迎来了。世子还把汪家少爷的未婚妻迎走了。最可怕的是，世子带着1000魏家军、1000梁家军跑去文太师的家中迎亲，最后敲诈了太师20万两银子。是不是这件事还有后续？有，世子带兵浩浩荡荡去了汪家，要抢汪家大小姐汪小云，还说人家姑娘长得丑，白给他玩都不玩。穆千秋直接笑喷出来。老哥，抱歉了，没忍住，你们继续。世子用汪小云敲诈了汪家20万两银子，还找汪家讨要太师千金的嫁妆。对了，事后上报说，世子好像还坑了汪家可以壮阳的灵材。这件事闹得太大了，太师和汪家都不会善罢甘休，估计还得惊动南招娣。但好在那龟孙儿手持契约，勉强占点理，又把梁家拖下了水，否则单凭我也很难给他擦屁股。老爷，喜顺跟大河马江玉儿指名点姓要见你，还说世子交代，必须要当面把东西送你手上，让他们进来。喜顺与江玉儿走进门，把几个锦盒小心翼翼地放在魏伯约身前。老爷，世子说了，这些东西必须让你亲自打开。魏伯约打开沉香木盒，露出一株人形的何首乌。一旁穆千秋眼睛冒绿光，一把将何首乌抢来。好家伙，都快长出5官了，宝贝，真是好宝贝。老哥，有这东西，我穆千秋用人头保你还能多活2年。整块羊脂玉抠出来的盒子，这里面得是什么惊世宝贝？穆千秋颤抖地伸出手，一点点打开羊脂玉盒，露出其中赤红到妖异的灵芝，顿时整个房间药香扑鼻。什么？灵官芝？灵官芝是啥玩意？灵药榜上可以排进前3，只有在传说中才出现的灵药。老哥，有这东西，你最少还能增寿10年。这龟孙儿如此大动干戈，原来是为了我这把老骨头。元儿长大了，懂事了。喜顺、玉儿，那龟孙儿还跟你们说啥了？说这些药我们必须亲自交到你手里，要在人在，要丢了我们俩也抹脖子自杀。对了，还说让后厨给我做20只鸡翅，随便吃，自己去后厨点菜，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魏公，我去梁家让梁王爷过来和你商讨如何给汪家交代。交代他娘的交代！老子多活5年，多保大魏5年，这交代够不够？南招娣知道这件事后，肯定开心到睡觉都能笑醒。老哥，是10年不是5年，你得相信我的医术。我不是不相信你医术，而是南招娣生性多疑。如果说10年他疑心病又犯了，所以5年不多不少，正正好好。果然伴君如伴虎，勾心斗角不适合我这闲云野鹤。那龟孙儿为什么不回家，跑哪去了？世子说要犒劳3军，给2000侍卫每人20两银子当奖金，然后请客去清河雅苑大吃一顿。不愧身上流淌着魏家血，爱兵如此，这点随我。世子还说清河雅苑是自家买卖，所有侍卫找姑娘嫖半价。狗改不了吃屎，这点不随我。清河雅苑宽敞的后院摆放了20张大圆桌，每桌可坐10人，让2000侍卫吃流水席。清河雅苑内，4名花魁分俩坐在魏渊与梁球左右陪酒。世子不知这力道您可满意？还行。世子，如今您是老板，小蝶和小爱都是您的员工，您可要怜惜，折腾坏了，可就不能为您赚银子了。老子名声就是让你们这群逼样败坏的。对了，三娘，最近来玩的人有没有钱庄银号的掌柜，或者是大型米行的掌柜也行。钱庄、米行，世子你要做什么？投资。就在这时，距离魏渊不远处，一名男子起身拱手离开。沈掌柜，本官这就先告辞了。
此人魏渊看着眼熟，正是当朝的3品官员，户部侍郎。留下被称作沈掌柜的是一名30多岁、微胖的男子。拿了钱不办事，吃人不吐骨头的京官，不吃了，结账。说的是吴侬软语，江南人士。世子，他是来自江南的沈万三沈掌柜，来京开钱庄分号，结果被吃拿卡要还不办事，所以他心情有些不好，发了点小脾气。你也别怪罪他，咱们做生意的和气生财。4大花魁今晚都归你了，我要去谈事。渊哥，都归我，这可不是你行事作风啊！你平时都是见娘们走不动的。魏渊不管梁球的调侃，起身朝向沈万三走去。沈兄，请留步。抱歉，我刚刚有点喝醉酒，可能语气声大了点，绝对没有砸场子的意思。我是来找你谈笔生意的，请坐。沈掌柜，这位是我们清河雅苑的新东家，魏国公之孙魏渊魏世子。原来是世子殿下，久仰您大名。臭名还差不多。沈掌柜的永丰钱庄不知道是什么级别？小小天力，不入世子殿下的法眼。天力，那你钱庄市值估计差不多200-300万两银子。世子殿下算计无错，小人就是个房间商人，无权无势，有一点点的小钱，在世子眼中和黎民百姓没区别。开门见山吧，我出60万两现金收购你钱庄40%的股份。本世子入股做你后盾，当然我的股只有分红权，没有决策权，也就是相当于我对你沈掌柜这个人的投资。去青楼找了4名花魁的世子，突然昏死在床上，而表哥却让人去茅房弄一桶粪汤给他灌下去，还让人拿出一堆壮阳大补药塞进他嘴里。不好了，世子死了，世子死了！忽然2楼有女人大喊，魏渊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只见4名花魁吓得跪在地上，梁球则是趴在床上，脸色铁青，口吐白沫，已经没了呼吸。快叫大夫，梁世子猝死！魏渊上前扒开梁球的眼睛，发现眼球处有一条淡粉色细线。合欢逍遥水，正是之前差点要了自己命的奇毒。三娘让人去茅房弄一桶粪汤，快把所有壮阳的大补药拿出来，塞进梁球嘴里。东家，我觉得还是先抢救梁世子的命重要。出事我兜着，快！大夫不敢言语，只能按照魏渊的办法，将一粒粒壮阳的大补丸塞进梁球嘴里。魏渊从大夫的药箱里找出9针，双手仿佛化作残影，快准狠地在梁球身上连连施针，直到最后一根针施下，梁球身上的银针仿佛产生某种共鸣，发出阵阵嗡鸣。龙吟行针法，这么精彩的针法，我得拍照记录一下。世子，你又换新手机了，旧的呢？最近收拾家里把落灰很久的小米14在转转上卖了2700多，这价格可以啊。对呀，我还发现转转原来不止收手机，就连 LV 包网球拍笔记本都可以回收，一键下单就有小哥上门，通通打包带走，特别方便。总之听我的响，快速回收换钱放心，去转转就对了。这一幕可把大夫吓得连连打嗝。魏渊这一手行针，他自问绝对做不到，甚至就算江湖第一神医，他的师爷穆千秋也不行。今天看到的全忘掉，否则要你命。我华天淼发誓，绝对不会泄露出半点。但世子，我求你能不能教我龙吟针法？梁球死了，我和整个清河雅苑都逃脱不了关系，你他娘的老老实实给他喂补药。很快，已经没了呼吸的梁球重新有了微弱呼吸。这时，三娘带着大茶壶，抬着装满粪汤的公桶走进来，掰开梁球的嘴，一滴不剩的全部灌下去。世子，梁世子死在这，清河雅苑的人都跑不了。但你不同，虽然有责任，梁家也不敢惩罚你。但你要是往尸体里灌粪汤，那你就完了，梁红婵绝对不会放过你。三娘，你别质疑东家，东家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选择相信东家，他的医术。最后一句话在魏渊的眼神下，华天淼重新咽了回去。反正你就相信，东家肯定没错。出事我兜着灌。魏渊话落，大茶壶只能掰开梁球的嘴，用掏粪勺灌了下去。直到20多斤的公桶见了底，梁球这才睁开眼睛，一把推开大茶壶，感觉自己嘴里一股恶臭，忍不住吐了出来。吐出第一口后，嘴里臭味更重了，连续不断的吐。东家，梁世子已无生命危险，只不过吐得太剧烈，胆汁都吐出来了，所以吐昏迷了。拖出院子里，拿水冲冲，然后让梁家的侍卫把他送回梁府。出了这档子事，整个清河雅苑客人都被送走，侍卫控制住4名花魁，跪在魏渊身前。说说吧，你们4个谁下的毒？世子，什么毒？我们听不懂。别以为我不知道，梁球中的是合欢逍遥水，与前几日给我下的药一样。
听到合欢逍遥水的名字，一直观察四周的魏渊，明显看到一旁杜三娘明显娇躯一震，瞳孔收缩。三娘，你跟我进房间。世子，真不是我下的毒。我也没说是你，你这么紧张做什么？不是你下的毒，但你也多少知道一些对吧？我不知道。就在这时，房间门打开，两名侍卫拖着之前刺杀状元的表哥走进门。魏渊上前抓住表哥的脸，用力一扯，一张人皮面具被拽了下来。小小易容术，你能骗过汪腾那傻子，可骗不了我魏某人。长得还真不错，可不敢用真面目示人。难道你是通缉犯？让六扇门的人来一趟，看看他是不是通缉犯。不要，世子，我求求你放过锦郎。我什么都说。老纪从良，还他娘的谈上恋爱了，这是你姘头吧？还是一个通缉犯？老子今天就发现，你看自己表哥眼神不对劲。你没有资格和我谈条件，如果你表现得好，我或许会留他一条狗命，但如果你不识时务，我会让魏府的1000侍卫当着你的面把你心爱的锦郎千刀万剐。是花魁小蝶，前些日子小蝶找到我，用锦郎威胁我，让我给他合欢逍遥水。但世子，我是真的不知道他要害的人是您。你怎么会有这种毒？去年一个客人吃干抹净没有银子，把合欢逍遥水的配方暂时抵押给我，我就偷偷抄了一份。这件事都谁知道？那日陪客人的是小蝶，所以就他一个人知道。既然这样，你就没用了。虽不是你想杀我，但这件事与你有关，所以三娘，你今天必死。世子，我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了，还请您信守承诺放了锦郎。值得吗？他到现在没为你说过一句话。锦郎被那蔡坤割掉了舌头，他不能说话。5年前我还是清河雅苑的花魁，那时锦郎上京赶考，不惜把全部家当拿出来买我一夜。可那一夜他对我什么都没做，只是聊天。4年前他再次赶考，又花重金买了我一夜，还是什么都没做。后来我成了1、2楼的掌柜，不再接客，又碰到了他。魏渊听得直打哈欠，他们俩的故事就是古代爱情故事中里经常出现的剧情，穷书生与花魁。谁知道杜三娘接下来的话让魏渊来了兴趣。今年锦郎的一篇针对匈奴骑兵的谋略战天狼，被南昭帝看中封为状元，他的真名叫公孙锦。可没想到汪家在临考的时候就做了手脚，把锦郎的文章与蔡坤的文章调了包。锦郎想进殿告御状，结果半路被汪家人抓住，让蔡坤割掉了舌头。就在蔡坤想要杀他时，锦郎被他师兄救下，送到我这里。他师兄是谁？翰林院大学士朱思伯。朱思伯的父亲是我爷爷的亲兵，替爷爷挡箭而死，所以便把他的妻女收入魏家。爷爷认了朱思伯做干孙子，从小在魏家长大。朱思伯来过几次？常来，但都是乔装打扮，小蝶是他必点的姑娘。果然，看来这家伙和汪家还有勾结，不愧是读圣贤书的，这招借刀杀人玩得漂亮。狗屁都不会的废物世子，竟然和有状元之才的青年下棋博弈，而赌注竟然是残花败柳的风尘老鸨子。不，锦郎你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能报仇。三娘，你会唇语？我出身贫寒，家母就是哑巴，所以我小时候就会唇语。不管怎么样，这事都与你有关系，所以三娘你必须死，但杀了你有点舍不得，毕竟你是掌柜，能给我赚钱，所以如果你的锦郎愿意为你去死，我可以考虑放过你。阿巴，锦郎说不愿意替我去死。公孙锦不停地摇头。抱歉三娘，我也会点唇语，他说可以替你死。公孙锦连连点头。锦郎你是状元才，而我是残花败柳的风尘女子，我死就死了，你活着才能报仇，未来才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去拿棋盘，我和他以棋局代替战场杀一盘，只要他能赢我，我就放了你们俩，如果不赢，你们2个都要。和世子博弈，锦郎你有状元才，他魏渊就是一个狗屁不会的纨绔，你肯定能赢。世子对不起，我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我真想现在就把你弄死。麻溜去拿棋盘。三娘起身去拿棋盘时，魏渊一把抓住公孙锦手腕，用力一掰，咔嚓，骨骼脆响发出。紧接着，魏渊用银针刺进他断筋之处。公孙锦缓缓动了动手，发现自己原本不能动的手臂竟可以抬起来了。只是暂时帮你把筋接上，如果你能赢了，我不光放了你们俩，还会把你手脚筋接上，不用再坐轮椅。
三娘捧着棋盘跑过来，放在魏渊与公孙锦中间。公孙锦十分自负地指了指白棋，又指了指魏渊。白先黑后，既然你让我先手，那我就不客气了。魏渊手持白子落在棋盘的中心位置，一子天元，先手落子占天元，要么是棋道小白，要么是登峰造极之境的棋圣。明明鸡毛不会，还要与状元博弈棋局，明显就是为了放我和锦囊找的借口台阶。然而，在魏渊落下第二子时，双目散发出金光，一改纨绔衙内，取而代之的是久居上位，让人无法质疑的霸道。咋还变帅了？难道下棋是最好的医美？10手之后，公孙锦收起了对魏渊的小觑之心，开始一步三算，认真起来。斩龙！魏渊一子落下，公孙锦从椅子上摔倒在地，眼睛瞪得老大，难以置信地看着魏渊。是不是赢得太多了？我不是告诉过你，让着点世子，别把他弄急眼反悔了。我输了那么的彻底。前80手，我看到了勇冠3军的魏伯约影子。虽然我不学无术，但小时候还是被爷爷逼着学了很多他的兵法。魏公之能，无人匹敌。可我公孙锦自诩在谋略上更胜一筹，我赢了他半手。150手，我看到了一个男人，他南征北战，一生转战3万里，一枪曾当100万师，不可战胜，不可匹敌。我输了，输得如此彻底。那是我的影子。你为什么要假扮纨绔？功高盖主，魏家满门忠烈。如果我不是纨绔，现在我坟头草都过人高了。你能为三娘去死，让我看到了你的人品。棋局之上，我看到了你的才华。良禽择木而栖，追随我。你想谋朝篡位？铁甲将军夜渡关，朝臣待漏5更寒。当皇帝没什么好，所以看皇帝老儿的表现。如果表现好，这皇位我魏某人还真不稀罕。那你要什么？我要改变这个封建的社会，霍世家沙门阀，建立真正的科举，让寒门百姓皆有路。魏渊话音未落，公孙锦一把抓住魏渊的手，挣扎地跪在地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今后你就以真面目示人，用自己的真名字，我看看谁敢进我魏国公府抓人。2句话骗个才高8斗、精通谋略的状元追随，所以还是古代人好忽悠，放上辈子，这就叫老板给员工画大饼。锦囊，这是什么情况？我心甘情愿追随世子，主公魏渊，愿与主公一同把这浊事变成朗朗乾坤。那世子到底要杀咱们俩谁啊？谁都不杀。以后工作时你俩分开，在你锦囊旁边，你智商直线下降，这样会影响生意，耽误老子赚钱的。世子，毕竟我和小蝶那么多年姐妹，你能不能给她一个痛快，别折磨她？自己皮燕子巴巴刚甩干净，还想着给别人擦呢。放心，我不会杀他，因为小蝶是饵，只要他活着，就会有人寝食难安，用尽一切办法来杀他。这时候鱼儿也就上钩了。魏国公府，一名长相与梁球7分相似的中年男子对魏伯约躬身行礼。师叔，今晚我不得不来要个说法。魏渊啥名声你知道？京城第一纨绔，不学无术。我看在王顾义妹份上，算起来本王还是他舅舅，所以我没阻止过梁球和他一起厮混。你是不是不知道你儿子是京城第2纨绔？一个倒数第2，有啥资格指责第1？而且在他们俩之前，京城第1纨绔的名头是你，天底下谁都有资格说魏渊的龟孙儿，唯独你梁不为没有。我当年在纨绔也没像魏渊这般敢给公主下药。师叔，咱说正经事，文太师、汪家都找我要说法，这2小子坑了文太师银子，又把汪家砸了。最重要的是，坑了银子我梁家1分都没拿到，然后这破事还得和你魏家一起去背。还有刚刚更过分，魏渊那臭小子给梁球灌粪汤，现在我儿子房间10米之内生人勿近，臭气熏天。银子的确是没分你梁家，但清河雅苑给你梁家1半股份，这是你不知道。卧槽，梁球那瘪犊子没说啊，肯定是这混小子想把分红昧下，看本王回家不揍死他。至于灌粪汤的事，我也知道一些，其实并非我家渊。那是谁？我梁家和魏家的关系，如果是魏渊，本王骂2句就算了，但如果是别人，看本王剥了他皮。如果我打不过，那就让小女公产回来包。常驻青楼的大夫让人给世子的嘴里灌了1大桶粪汤，他的父亲得知后不但没怪罪他，还赏了他3000两银票做谢礼。弟子孙天邈见过师公。就他妈你叫孙天邈，就你给本王儿子灌的粪汤呗。把你知道的事都说出来。梁世子找了4大花魁一起进了房间，然后没多大一会就传出来他猝死了。
我进门的时候发现世子已经没了气，然后我扒开梁世子眼皮，发现眼球上一道粉色细线。找女人猝死，粉色细线，江湖失传已久的奇毒，杀人无形，合欢逍遥水。对，当时徒孙我就诊断出这是合欢逍遥水，然后给他喂壮阳药。合欢逍遥水主伤肾水，喂壮阳补药可以有效缓解毒素。你的做法很对，继续说。然后徒孙我就在梁世子身上施针。哦，我很好奇，能从假死状态把人拉回来的针法是什么？就是大概类似我鬼谷一门的大五行针法，只不过融合了南斗六星的针法，北斗助死，南斗助生，五行针法保五脏，只不过对施针者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必须用龙吟手法行之。龙吟行针手法我都用不出来，你会？这不重要。然后我就给世子灌粪汤，再然后世子就醒了。强行用催吐的方法把肠胃里剩余毒素吐出，同时这种催吐的方法也能让精神激进唤醒世子，你这一招用的也对，懂了吗？懂了也没懂，就是我儿子被人下了毒呗。这是有人要让我梁家绝后啊！不行，我得马上给红禅飞哥传书，让他回来调查这件事。梁不韦与魏伯约和穆千秋告别后，又随手丢给孙天邈3000两银票做谢礼，就像归丞相一样，一扭一扭的快步跑出国公府。天邈啊，你的医术精进得很快吗？给魏公施一手针试试。这好吧。孙天邈颤颤巍巍地给魏伯约行针，但刚行2针就被穆千秋叫停。天邈，世子不是你救的吧？真正救人的是谁？师公，求您别为难我，小的发过誓不能说。行吧，既然你发了誓，那我也不为难你。对了，你救人的时候谁在你旁边？东家，就是魏渊世子。果然是这小子，我可啥都没说，所以发誓不算。我们2个老家伙也啥都没问你啊，记住不要向外人泄露半点，否则门规处置，退下吧。孙天邈走后，魏伯约放声大笑。都说梁家飞出来个金凤凰，可谁知道我魏家也有一条引龙。另一边，魏渊返回国公府，喜顺拿出天鹅绒的垫子。世子，你今天闹得太大，魏公肯定手持藤条在门口等您。我劝你还是提前把他垫在屁股上，挨家法抽不疼。小我喜顺乃世子麾下第一谋士，如果没了我，世子您可咋办啊？世子，这次如果你不挨打，我喜顺愿意去吃屎。学梁球骗吃骗喝。进入魏府，并没有出现双眼冒火、含怒的魏伯约手持家法景象。咋回事？魏公为啥不打世子？老子费尽心思给他续命，这老登就算10年脑血栓也不可能抽自己。安排好公孙瑾与三娘的居住地，又将小蝶送到副将王玄策住处的旁边。此女有可能背后势力想要谋杀我，所以要严加看管，当然憋不住了，别弄死就行。世子，为您办事是墨江的责任，但那种下作之事，墨江是万万不可能做的，我可是正经人。魏渊已经明显看到王玄策有了反应，并且连连吞咽唾沫。练武之人血气方刚，一冲动，这点是人尽皆知，特别还是王玄策这种老光棍子。小蝶贵为花魁，一夜千金，绝不夸大。第一太贵，王玄策不舍得花这么多银子，只为几秒钟的舒爽多巴胺。第二就是要脸，如果逛窑子被人发现，那可就是丢了魏伯约的脸，丢了魏家军的脸。正经人王叔，我淘了件好宝贝送给你。魏渊丢给王玄策一个小盒子，里面装了20多条长长的白色半透明物体。世子，这是什么？鱼胶也叫鱼鳔，鱼泡可使用滋阴补阳。世子墨江身体壮实得很，不需要这东西来补。这是所有青楼叫四方的姑娘常备的东西。王玄策听到后，一把从喜顺手中把盒子抢回来。世子，最近墨江身体有些虚，正好要用鱼胶来补，这东西我就拿走。正经人王叔慢走。次日，伴随着魏渊痛不欲生、鬼哭狼嚎的惨叫声，洗精法髓结束。世子是否起教去清河雅苑？不，今儿哪也不去，等圣旨。圣旨。就在喜顺疑惑时，忽然国公府门口传来一阵尖锐的太监声音：圣旨到，为国公府所有人出来接旨。魏国公府中，所有家丁、婢女、侍卫全部双膝下跪，站着的只有2人，魏伯约与魏渊。前者开国元勋，和先帝曾在桃山一结金兰，战功赫赫，享4大特权，入朝不趋，赞拜不明，诏书不明，见屡上殿。但魏渊是需要跪的，可这京城第一纨绔，臭名在外，太监也不想与这种滚刀肉计较，所以也就爱跪不跪了。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魏公世子魏渊即刻进殿。
钦此。圣旨很短，可魏渊却明白南昭帝找自己，无非就是文太师与汪守贺为昨天的事。好皇帝那告了御状，携孙进殿，但却没去庙堂，反而被老太监带去了御花园，不在朝堂。这就表明了南昭帝他不想惩戒魏渊，准备和稀泥。距离老远，魏伯约便运行体内气。老将魏伯约参见陛下。魏伯约声如洪钟，响彻方圆500米。魏伯约一把抓住魏渊，登平渡水，走骨沾棉，施展轻功登上亭台。魏公，今日朕召你来，就是为了昨日。韩术，看你气血沸腾，想来是最近修为有所精进。回魏公，侥幸突破罢了。作为陛下的侍卫，光有修为不会实战可不行，与老夫打一场。携孙进殿面圣的老将军见到皇帝不但不下跪，还手持武器把皇帝身边的侍卫给打了。魏公，今日朕召你来，就是为了昨日。韩术，看你气血沸腾，想来是最近修为有所精进。回魏公，侥幸突破罢了。作为陛下的侍卫，光有修为不会实战可不行，与老夫打一场。魏伯约飞身跳进大卫湖中，金鸡独立，单脚站在荷叶之上。陛下，这……韩术见南昭帝点头，这才飞身跃起，站在魏伯约身前的荷叶上。韩术，你曾与老夫修行3年，也算是老夫的弟子门生。今日我就来检查你的作业，看你这些年是否有所松懈。魏伯约手持鎏金龙头棍，以力劈华山之势朝向韩术砸去。韩术拔刀抵挡，短短几个呼吸，二人便已大战几10个回合。忽然，魏伯约周身气势暴涨，一记龙头棍将韩术砸落湖水之中。魏伯约整个人悬浮半空，身躯挺拔，气场如山峰一般威严，鎏金甲胄在阳光与湖水的照映下闪闪发亮，就如同战神将士一般。魏公，您的身体，多亏我家渊儿侥幸赢了一株灵官枝，让老夫可延寿5年。5年。南昭帝表情一喜，魏伯约乃大魏战神，镇国大元帅，他不死，国境内的宵小绝不敢造反。亚父，您的身体安康，可是南昭寝食难安最惦记的福音。贤侄几日未见，竟变得一表人才，快过来与朕同坐。陛下侄儿首次来御花园，想拍照留念。换新手机了，挺贵吧？不贵，这是我在转转买的2手华为 Mate 40 Pro，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个球鞋了。最近好多人在用转转。是啊，转转是个官方验2手平台，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全面检验，比外面的2手正规，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推荐你也去转转。陛下尊卑有别，做就免了吧。无妨，这是御花园，不是朝堂，所以没有君臣之分。南昭帝就像慈祥的长辈，拉着魏渊坐到自己身边。文太师，朕的亚父世职都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但讲无妨。南昭帝对魏伯约前后称呼的转变，文太师怎能看不懂？陛下，臣要告御状，告汪家汪腾浩赌成性，把臣的小女抵押当赌资。不对啊，太师，你刚才可不是这样说的，你不说是我儿与魏渊出老千，并还要抢夺你女儿？没有的事，梁王肯定是听错了。汪爱卿，此事你怎么看？汪守贺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犬子汪腾已畏罪潜逃，此事是下官教子无方。既然如此，朕就做个见证，汪文两家的婚约作废，汪家赔偿太师20万两，嫁妆如数返还。陛下，臣看汪建福的次子汪茂能文能武，不如您做个证婚人，让小女与汪茂订婚，嫁妆也无需返还。允了，亚父，您与渊儿留在宫里吃顿家宴。陛下，臣家中还有琐事，就先请告退了。本王府上没事，可以留下吃饭吧。梁不韦刚说完，便被文太师一把拽住。你是真看不出来眉眼高低啊！快走！等一等，陛下，我也是第一次来御花园，不禁一股诗意涌上心头，吟诗一首可好？南昭帝一愣，就这货当年在书院做的1片2片3、4片，都他娘的成了整个大魏的笑话了。号称文坛之耻，就这玩意还鸡毛的诗意上引来。魏渊干咳2声，单手背后迈了2步，大有翩翩公子文人雅士的气质。大魏虎，胡魏大。全场所有人无不尴尬的低下头，但凭着第一句，这他娘的真不叫玩意。大魏虎，胡魏大，大魏虎里有荷花，荷花上面趴蛤蟆，一戳还他娘的一缝大。魏伯约听到这最后一句，气得浑身颤抖，一张老脸忍不住肌肉痉挛。文太师、汪守贺，哪怕是狗屁不是的梁不韦，都忍不住笑了起来。渊儿一介书生，才疏学浅，献丑了，真他娘的丢人！跟我回家！魏伯约沉着脸起身，一把抓住魏渊的手腕，但魏渊一阵挣扎，指向蔡坤。我属于抛砖引玉，但他是状元郎，必然才高八斗。你也做一首关于荷花的文章吧，诗词歌赋不限。南昭帝点点头，蔡坤乃是他亲提的金科状元，让他即兴做一首诗词歌赋，也能与魏渊有着鲜明的对比。蔡坤不敢违背圣意，只能顶着个猪头站出来。碧叶连天映日红，亭亭玉立湖水中。风姿荷香溢满池，清雅脱俗韵无穷。好，
这诗整得不错，都快赶上天桥说书人3文钱8段的水平了。南招娣眉头紧锁，虽是即兴作诗，可这蔡坤做的也真不咋地，最多也就是个秀才水平。蔡兄，你擅长写热血诗，不擅长这种浪漫，毕竟你高中状元的文章是《战天狼》。对，我擅长的是热血诗词。既然如此，那就以我爷爷为题做一首诗吧。这次本世子就再次抛砖引玉，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本来已经开始惭愧无脸的魏伯约，震惊地抬起头，这他娘的也能是你这龟孙儿做的诗？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大才子魏渊赠伯约。好诗，不愧是大魏第一才子。紧接着，其他人也都跟着点头。显然，在他们想来，这种惊艳的诗词必然是大魏第一才子朱思伯所著。至于原创者是魏渊，没人会相信。蔡坤瞬间懵住，犹豫良久，这才勉强写出一首诗词。可这质量估计连乡试都过不去。说一下战天狼这等兵法的具体操作。蔡坤这次毫不犹豫地讲述起来，可咋听都像是提前背过的稿子。走去沙盘市，让朕的亚父指点下战天狼其中的不足。很快，众人来到了沙盘市，魏伯约与蔡坤各执红蓝，开始模拟起战争博弈。可结果却是不到20回合，魏伯约就用最少的损失将蔡坤阵营全歼。不愧是大魏战神，勇冠3军，我自愧不如。我用的并非是魏家兵法，而是匈奴骑兵常用的套路。战天狼我看过，是一部很出色的兵法谋略篇文。可在之前你我对弈中，你没用出战天狼中的策略。好你个狗东西，竟然敢作弊造假蒙蔽圣上，欺骗我女儿的真心，我真是看错了你。油头粉面的小白脸在科举考试中，竟然把排名下等考生的卷支署名改成自己，而最后却高中了状元。好你个狗东西，竟然敢作弊造假蒙蔽圣上，欺骗我女儿的真心，我真是看错了你。陛下，实不相瞒，战天狼乃贤侄的一个朋友在科举考试时所写，但却不知为何卷支署名变成了他蔡坤的名字。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公孙瑾。回禀陛下，今年的科举中的确有这位考生的名字，只是考试排名中下等。贤侄，这公孙瑾现在所在何处？在我家。宣他来见朕。很快，4公8侯以及所有3品以上的大官纷纷不约而同地找各种各样借口跑了过来。南招娣龙袍衣袖中的双拳紧握，这边的事刚发生，那边的满朝文武就都知道信了。朕这宫中已被权臣门阀渗透成了筛子。很快，不明所以的公孙瑾坐在椅子上，被2名金吾卫抬了进来。身有残，朕允你见君不贵。战天狼可是你所著？公孙瑾连连点头。南招娣这才知道他竟还是个哑巴。陛下，他的妻子杜三娘精通唇语，现应该在宫外等候，不如你也让她进来吧。陛下，杜三娘乃烟花柳巷的风尘女子，一生玉臂千人枕，半点朱唇万人长的低等贱婢。她的双脚踏入皇宫，乃是对皇室的侮辱。放你娘的屁！秦淮八艳你可听闻？红拂女你可听闻？青楼皆为义气计，英雄多是土狗辈。你懂不懂这句话？4公8侯之中，梁家先祖曾是前朝名将梁仆生之妻，梁氏就可曾事迹。魏渊，你个王八犊子，你给我梁家拉下水干啥？梁家主母常有艺术也，以卑贱戴罪之躯而得慧眼识人之名，更纵横天下，争锋江淮，收豪杰，揽英雄，内平叛逆，外御强仇，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古今女子唯此一人也。老匹夫，你他娘记住本世子今天的话，职业不分贵贱，只要爱国忠君。说到这，魏渊还不忘向南招娣拱手示意，以表尊重。只要能忠君爱国之人，就值得所有人尊重。南招娣大悦，魏渊这话说的他浑身舒坦。不得不说，朱思伯写的这词是真好。南招娣又自动把这词画给了大魏第一才子朱思伯。梁不韦虽然没咋听懂，但也觉得先祖出了个娼妓，好像并非什么丢脸事，反而还是一种荣誉。宣杜三娘进宫。很快，杜三娘便被带了进来。路过时还不忘对近乎9成的官员打招呼，明显这群玩意就是满嘴的正直道德，背地里却是男盗女娼。借杜三娘的嘴，把公孙瑾所有的事讲述一遍后，南招娣气得浑身颤抖。反了，竟连科举都敢徇私舞弊！蔡坤打入天牢，择日问斩。宣当日主考官滚过来见朕对质，并重封公孙瑾状元身份。陛下，为官者乃我大魏门面，务必要身体健康，四肢健全，五官端正。如有残疾，那损伤的是我大魏颜面，陛下您的颜面，老臣认为不可。臣认同左相之言，末将也认同左相之言。那依诸爱卿所言，朕应该如何补偿公孙瑾？黄金1000两，房屋3间，良田6亩，
我家锦囊才高八斗，兵法谋略、治国安邦无不精通，更是一表人才，他怎会有损国家形象？大胆贱婢，你能站在这里，已是皇恩浩荡，这里岂有你说话的份？公然顶撞圣上，来人啊，拖出去斩了！两名金吾卫冲过来，将杜三娘束缚住。我觉得三娘说的没错，公孙瑾明明是一表人才，怎么也不可能有损国家形象。反倒是你们这群酒囊饭袋，一个个脑满肠肥，你们这逼样才有失国体。放肆！魏延，你无官无职，这里我孙儿怎么了？当老夫的面说，没啥。别看他们敢对皇帝，但他们却怕魏伯约。大魏战神，勇冠三军，脾气火爆，年轻时经常上头变虎逼，真把这老虎逼惹恼了，当众揍自己一顿，甚至杀了自己，他绝对能做出来。杜三娘一介民妇，不懂规矩，又是初犯，可以原谅，朕赦免她无罪。陛下不可，龙威不可辱。此贱婢虽是初犯，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老臣觉得应该杖刑30，略施惩戒，以儆效尤。臣附议。南昭帝无奈，闭上眼睛点点头。两名金吾卫手持杀威棒，将杜三娘按在身下，一棍棍狠狠砸在她的屁股上，每一下都会发出脆响。紧接着便是杜三娘声嘶力竭的惨叫。公孙瑾牙眦欲裂，紧咬牙关，鲜血从牙床流淌而出，染红了他身前衣襟。魏渊闭上眼睛，其实这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内。公孙瑾实在太有才华，而且还是他未来必须重用之人。经过此次，让他彻底对朝廷失望，死心塌地地追随自己。30棍打完，杜三娘喉咙喊得沙哑，双眼满是泪水，她在地上艰难地爬起来。翰林院大学士朱思伯觐见。一名25、6岁，面如冠玉，唇红齿白，只是身材有些矮小，满身书卷气的青年走了进来。臣朱思伯叩见陛下。你对他可熟悉？公孙瑾，微臣的师弟。他的考卷被调包，你身为主考官，有何话说？陛下，当日封卷之后，臣便宴请考试的才子吃饭品茶讨论文章。这件事，公孙瑾以及其他考生都可以作证。另外，在金榜公布之时，臣便感觉事有蹊跷。那日正巧我与左相探讨名人字画，特别向另一位主考官陈泽阳大学士写下书信一封，质问其内情。这点左相可以为臣作证。陛下，此事臣在场，可为朱大学士作证。魏渊看着朱思伯眼神里的阴雾，以及嘴角那稳操胜券、得意的笑容，可以120%的肯定，这事就是朱思伯这小人做的。陈泽阳大学士为何还没被带来见朕？陛下，陈泽阳大学士的陈府出现严重火灾，书房起火被烧死，可以确定是自杀的官员，却被纨绔世子将竹筒糯米饭混合生鸡蛋清塞进了口中。让六扇门的4大名捕去陈府，朕要亲自去看看，他陈泽阳到底是畏罪自杀，还是被杀人灭口。京城内一所3进的四合院门口的匾额已被烧焦，隐约可以看到2个烫金大字陈府。陛下，经过微臣调查，火势起因在陈大人的书房，并验明正身，检验无伤，可以确定是自杀。陛下，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了，蔡锟重金贿赂陈泽阳调包考卷，东窗事发，陈泽阳畏罪自杀。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吧？活人被烧死，口腔内应该有大量炭灰，这具尸体没有，说明他是死了以后才被烧成的焦炭。世子是在质疑我们4大神捕的办案能力。找他娘的阴阳怪气，就质疑你们4个多鸡毛。魏渊嚣张跋扈地说完，在附近摊位上买来竹筒糯米饭，混合生鸡蛋清，塞进陈泽阳尸体的口中，一盏茶后取出，发现还是白白净净。糯米的吸附力很强，如果尸体内有毒素残留，糯米团就会变黑。人是在死后被烧焦，而且还不是提前服毒，请问他是怎么死的？这不知道，还是你们4个不敢说啊？魏渊单手成爪，在焦炭的尸体上来回摸索，当摸到胸口时，不禁笑了。肋骨断了7根，其中有2根刺穿了肺部，1根刺穿心脏，是用什么办法自杀才能形成这样的伤？解释一下吧。陛下，世子的名声您是知道的，所以他根本不懂验尸，只是随口胡说罢了。然而没等4大名捕说完，魏渊已经开始拿刀对尸体开膛破肚，因为尸体成焦炭，内脏都熟透了，血液也都受热成了血豆腐，所以其中一目了然。所有人好奇地朝向陈泽阳胸腔看去，发现果然如同魏渊说的那般。断了7根肋骨，2根刺穿肺部，1根刺穿心脏，就这还他娘的4大名捕呢，就是4个废物的东西。魏渊骂了一句，安排人从附近小酒馆要来高度白酒与浓醋，按比例混合一起，进入陈府废墟，在尸体发现的地方喷洒。很快，烧焦的地面出现点点红色印记。所有人，包括4大名捕，都不解地看向魏渊。这叫验醋献血法，能溶解血液干枯的蛋白质。带兵打仗，衣服染血，清洗时会用白醋浸泡，是否一个原理？差不多。
陈府所有人都是被杀，而且对方应该是个用掌高手，全部都是一击必杀。所以陛下，陈泽阳不是畏罪自杀，而是被人灭了口。在场所有人，包括魏伯约，都用不可置信的眼神看向魏渊。这还是京城第一纨绔吗？竟连这种闻所未闻的侦查现场手法都会。完了，光想着把朱思博拖下水，忘记保持人设了。魏渊大脑快速运转起来，而后把目光看向一直跟在南昭帝身后的小太监。各位无需惊讶，本世子从小就对侦探方面感兴趣，所以颇有研究。就比如陛下身后的太监，他是假太监。假太监，放肆！这话可不能乱说。爷爷，我可没乱说。魏渊忽然跑过去，一把抓住小太监，拽掉他头顶的帽子。她是个娘们，还是个好看的娘们。闻香识女人，此乃我魏家的最强奥义。放你爷爷的屁！我魏家可没有这下三滥的奥义。所有人把目光看向小太监，曾教导过太子、皇子的文太师连忙向小太监行礼。老臣参见倾城公主殿下。倾城公主，大魏第一才女，第一美人，有闭月羞花之称的南枝。魏渊一拍脑门，自己想演一下纨绔，万万没想到演到未婚妻脑袋上。南枝，你怎么会在这？南枝索性不装了，把捂脸的手放下，看了一眼魏渊。众人都知道，魏伯约以军功请求南昭帝赐婚。魏渊和南枝想来他乔装打扮，是来观瞧未来夫婿的。上次魏渊与其相见，因主公的是下三路，所以没太认真去看。如今近距离打量南枝，赫然发现他是自己两世为人平生所见的唯一100%审美。男孩起名就叫卫青咋样？魏渊说出了让全场震惊的话，这他大爷的，连孩子名都想好了。一个龟孙，卫青是我高祖，是你的天祖，一个不孝子。那换一个名字。媳妇，你觉得咱们孩子起啥名？你个登徒子！南枝气愤地抽了魏渊一耳光，扭头小跑上了御辇。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在场所有男人无不心中对魏渊诽谤，特别是久闻其名，第一次见到南枝美貌的朱思博，更是双目满带杀机的死死瞪着魏渊。渊儿，今日你的才能给了朕很大的惊喜呀！将门魏家英雄种，虽然北匈奴已被亚父镇住，但南匈奴却还在。朕给你兵权，让你去讨伐南匈奴，如何？这南昭帝的疑心病又犯了，这种时候竟还要试探自己。陛下，臣乃魏渊干哥哥，匈奴的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弑兄之仇不共日月。如不报仇，枉为人子。还请陛下恩准，让臣随弟魏渊前往讨伐南匈奴，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诛灭匈奴。渊儿，你可否答应？我魏家与匈奴仇深似海，我魏渊作为魏家第3代仅存的独苗，对讨伐匈奴这件事必然义不容辞。魏渊说到这，退后2步，从御前侍卫腰间抽出长刀。今日我魏某人就要仿古人先贤，血仇就要用血来祭奠。渊儿还是太嫩了。可让魏伯约、南昭帝一众满朝文武百官都意想不到的是，魏渊竟然一刀割掉了自己的衣袍。今日我魏渊与阵亡的父兄割袍断义，杀父弑兄之仇，来世再报吧。啥玩意？和父兄割袍断义，报仇等来世。都听听，这他娘的也叫人话。渊儿一介书生，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让老子去教四方，寻欢作乐，自是雅量。去战场？算了吧，那地方可是真会死人的。父兄全都战死沙场的纨绔世子，竟然为了能去教四方寻欢作乐，与阵亡的父兄割袍断义。今日我魏渊与阵亡的父兄割袍断义，杀父弑兄之仇，来世再报吧。啥玩意？和父兄割袍断义，报仇等来世。都听听，这他娘的也叫人话。渊儿一介书生，舞文弄墨，附庸风雅，让老子去教四方，寻欢作乐，自是雅量。去战场？算了吧，那地方可是真会死人的。现场所有人无不震惊魏渊的才华，破天荒的头一次知道成语还能这般用。不好了，魏公昏厥了！忽然有人大喊，随行太医连忙冲过去，掐人中，心肺复苏，这才让魏伯约转醒。逆子啊！贼老天，难道是我魏家上阵杀敌，造成太大孽障，所以你降下魏渊这龟孙儿狗东西到我魏家惩罚？说到最后，魏伯约堂堂勇冠3军，大魏第一战神，竟老泪纵横。陛下，老夫身体有恙，请让老夫提前回家。亚父还请稍等片刻。记得1年前您曾向朕提议，给令孙魏渊一官半职。朕考虑良久，今日见渊在侦查破案方面有着超高造诣，所以朕决定封魏渊6扇门副指挥使，赐尚方宝剑，有先斩后奏的权利，彻查这次调包考卷的大案。陛下，魏渊年少，恐怕难当大任。多谢陛下，臣一定胯下马，掌中剑，守卫皇城，不让世间出现一起冤假错案，从此改名魏青天。渊儿，明日记得要准时去6扇门报道。魏伯约沉着脸，一把抓过魏渊，就像拎小鸡仔般离开。马车中只剩魏伯约、魏渊爷孙2人，
你小子真以为南诏让你当这副指挥使是好差事？陛下想用我的混不吝的纨绔劲将这京城的水搅浑，还能把你拉下水？毕竟爷爷你不理朝政，不屑官场的尔虞我诈，你的作用就是镇国。也可以说你效忠的是大魏，是先帝南京龙，甚至是南家，但并非是他南诏。之前受命还有1年也就罢了，如今变成5年，他的小心思不就活跃起来了？既然知道，你为什么还要答应？你这龟孙儿可知道京城的水有多深？哪怕你水性好，可别忘了水里有食人鲳，有剧毒的水蛇，还有伪装成枯木的鳄鱼，以及藏在河底时刻准备咬掉你一块肉的缩头王八。危机常常伴随着机遇，他南诏想浑水摸鱼，可搅浑水的人是我，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办不好30万魏家军当你嫁妆，你老老实实去当驸马爷，寄人篱下的过一辈子吧。公孙瑾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甚至南诏帝也愿意为了他和群臣博弈一番，留在你手里浪费了，让他加入魏家军吧。那爷爷你可以去试试。魏伯约走下车，上下打量公孙瑾。你可愿意追随我，成为我魏家军的谋士？公孙瑾看了一眼趴在担架上的杜三娘，就算隔着衣服也能看到肿起来多高的大屁股。魏公，我早已在魏家军，但却不会跟随您，因为仅此生只会效忠世子一人。魏伯约也看了一眼担架上的杜三娘，忽然想起今日魏渊的诸多反常行为，感情今天的在场所有人，包括自己、南诏帝、满朝文武，都是替魏渊打工的工具人。妈了个巴子的！虽然已经知道这龟孙儿不简单，但还是小看他了。爷爷是不是碰壁了？滚！老子看你这龟孙儿就烦。恨我吗？为何要恨世子？就算没有你，我也会走这一步。瑾反而还要感谢主公，让瑾彻底撕碎了儿时憧憬的状元当官梦，也让我近距离真正看清了这些世家门阀的丑陋嘴脸。等我羽毛丰溢，我就会手握虎符离开这里。皇帝姓必须姓魏，这天下37家门阀也都必须要亡。待到秋来9月发，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京城，满城尽带黄金甲。瑾相信，凭借主公的才能，定会有那一天。青城公主的寝宫，未央宫。殿下，我都听小贵子说了，那魏渊真不是个东西，抄袭大才子朱思伯的诗词歌赋不说，还在大庭广众下让你颜面尽失，更说出什么与父兄割袍断义的混账话。幸好您抽了他一嘴巴，这才让我微微解气。我是配合他演戏，这魏渊可不简单。公主殿下，您说什么？雪儿我没听懂。南枝拿出一本思伯诗词集，随意翻看2眼，丢进火盆之中。一个人的脾气秉性可以撒谎，但他的文章不会。他的文章告诉我，朱思伯这个人恃才傲物，野心很大，而且非常重视名声。所以但凡破阵子是他所写，这等惊艳佳作必定会出现在他的诗词集中，而不会送给魏渊。那朱大才子万一重情义，把破阵子送给魏渊了呢？没有万一。其实无论魏渊是否纨绔，我都愿意嫁他，因为凭借父皇的清情寡淡的性格，我注定会成为他联姻的工具。不嫁魏渊，我也会成为他笼络梁红婵的筹码，嫁给杨球，甚至送去边外嫁给单于，大汉来和亲。此刻的南枝面露忧愁，铜镜中的他2弯似蹙非蹙龙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太生2夜之愁，泪光点点。别说是男人，就算是雪儿看到南枝也忍不住脸红的低下头。公主殿下真是太美了。美有何用？生在皇室，美就是一种诅咒。南枝想起古往今来送去藩邦蛮夷和亲的公主，无一例外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在南枝想来，与其嫁藩邦蛮夷，还不如嫁给一个一无是处、文不成武不就的纨绔废物。好赖魏渊长得俊俏，可在今天，南枝有了新的想法，因为他发现魏渊并非如外界所传的那般纨绔。魏渊，我真想看看你这条引龙，未来翱翔九霄时会震惊多少人，包括我的冷血父皇南诏帝。普通人最少要练3年才能融会贯通的刀法，却被悟性还不如普通人的大河马看一遍就学会了，而且还是最难的3招。魏渊用分筋错骨的手法将公孙瑾的手脚筋接上后，当着公孙瑾的面教导江玉儿36路天罡刀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八卦为6爻，6爻乃天地万物，33不尽，66无穷，所以36无穷之意。天罡法者，乃是大神通也。看到江玉儿一脸懵逼，魏渊也知道自己就多余和他说这些，还不如直接开练。看好了，第1招斡旋造化。魏渊手持大刀，在院落中耍得虎虎生风，招式大开大合，然后一脚踢起地上的小石头，石头飞起，重重撞在屋顶。偷看的魏伯约、穆千秋2人连忙缩头。这龟孙儿啥时候会这种顶级刀法了？而且看样子修炼有些年头了，招式一点都不生疏。最重要的是，他体内半点气都没有。
咋发现我们2个隐蔽的大宗师？谁他大爷的知道，偷看小辈练武挺丢人了，还是撤吧。有道理，撤。主公这套刀法耍得真好。说说好在哪？本身一介文人，公孙瑾脸一红别过头。说实话，他不懂，只是觉得好看。首先，世子这第一招起手势就不错。看着不懂装懂的喜顺，魏渊无奈的摇头苦笑。不求你看懂，只问你觉得哪一招对自己来说最简单一些？最后3招挺简单。放屁！最后3招是最难的，就连我当初也学了3天，普通人融会贯通最少3年。然而没等魏渊话落，就看到江玉儿有模有样的手持3挺宝渊刀耍了起来。镇山撼地，颠倒阴阳，钉头7剑。卧槽，你看一遍就会了，其他的再试试。魏渊仿佛发现了练武奇才，连忙教给江玉儿其他招式，可结果却是除了最后3招，其他33招江玉儿根本就学不会，悟性还不如普通人。咋回事？给我解释解释呗。解释啥啊？这镇山撼地就像砍柴，我砍了10几年柴火，熟的不能再熟了。颠倒阴阳就是双手交替，和喂猪挺像的，我也喂了10几年。钉头7剑就像种麦子，插秧苗，腿跟上，抬头看看直不直。为啥从他嘴里说出来自己这套全是顶尖刀法，逼个瞬间短了好几厘米？就在这时，管家带着一名体态微胖、满脸和善的中年男子走来。世子，此人说找你有事。沈万三，你怎么来了？难道是永丰钱庄京城分号又有当官的卡你？没有，小人这次前来是朋友所托，有点小事麻烦世子。魏渊指了指公孙瑾以及嘴里叼着鸡腿练习刀法的江玉儿。都是自己人，说吧。是这样，我一位老乡从永丰银号贷款做生意，把老家的顶级好茶运到京城，但没想找不到门路。他如果破产了，对我永丰银号也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损失。什么茶？拿来我看看。沈万三从衣袖中掏出一个包装很雅致的小木盒，打开后露出颜色碧绿的茶叶。的确是顶级好茶，如果我没认错，这是雇主子笋。世子好眼力，这正是雇主子笋。这茶的品级非常好，虽不如进贡皇帝的贡茶，但也是在民间不可多得的好茶。都说江南人会做生意，你这朋友经商头脑很一般啊，难道他不知道京城人喜欢喝的是花茶，其中以茉莉为最？至于绿茶，嫌弃它的寡淡，除了王公贵族，坊间很少会有这品味愿意喝绿茶。所以他这次要卖不出去，回去以后就得破产，才跪着找到我求世子帮忙。你告诉他7折价，他这茶有多少，本世子要多少，我全包了。世子，他可足足带来了30担，您自己一个人买下，这银子可很多啊。无妨，多少都买。你找机会弄一批精致玉盒，然后名字就叫玉茶。叫玉茶不是更好？虽然名字犯了法，但世子您的势力，这点事应该轻易解决。这次我不会出头，因为太造孽，出事了我爷爷也扛不住。1盒茶卖300两，买10盒茶，3天以后3000两返还，之后每1个星期每盒茶返还10两银子。可世子这样就赔银子了。他们惦记着利息，可我们想要的是他们的本金，而且价格定得太高，普通老百姓不会被涉及。坑的是世家门阀，所以皇帝也不会深究。作为穿越人士，卖字画、卖香皂，这些都弱爆了。给你个机会，事情办妥，无论是否盈利，我都给你1万两银子，外加所得的1成的劳务费，或者成败一体，你我一同做局，赔了5分，赚了分你3成。看到沈万三呆愣原地，魏渊没有催促，他知道这家伙在心里敲打着算盘。世子，我觉得还应该加上一条拉人卖茶给分红的策略。不愧是白手起家，经商头脑真的牛逼，只需要稍微点拨一句，后面的详细操作还没讲，就能让他举1反3。看来你已经有自己的选择了。没错，我愿意与世子共同搏一次。那你就抓紧去办吧，准备妥当后，我就带人当你的托。沈万三急急忙忙的走后，江玉儿是一句没听懂，可公孙瑾却听得很明白。主公，没想到你会利用人性贪婪来做出这种可怕的局，当然就是太损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些都是银子啊，银子我很缺啊。反正我设置了高门槛，平民百姓没资格入局，骗的都是那些达官贵人、门阀世家，他们的银子也都不是好到来的，取之无愧。说话间，一个肥嘟嘟的大肉球连滚带爬的跑过来。渊哥，三娘呢？快让他出来跟我去清河雅苑，出大事了。中奇毒猝死的纨绔世子，被人灌了1大桶粪汤后，竟然在第2天就能下床奔跑了。渊哥，三娘呢？快让他出来跟我去清河雅苑，出大事了。梁球，你这身体素质可以啊，竟然1天时间就能下床了。
魏渊看到梁球，就能想到昨晚喝粪汤的一幕，下意识嫌弃的躲远2步。江玉儿昨日不在场，不禁捂着鼻子。为啥有股子恶臭味道？你丫的别过来，距离我3米之外，保持安全距离讲话。别闹了，渊哥，真出大事了！汪家把我们对面的怡红楼买下了，改名叫清池雅苑，又将我们家姑娘、杂役，甚至连大茶壶都撬走了，还推出了3首新曲招揽客人，厨师都是曾经做过御厨的大厨。还拿出所谓的醉仙酿，我尝了一口，真他娘的好喝。就在这时，三娘提着裤子，就像鸭子般一拐一拐地从房间走出来。我家姑娘都被撬走了，果然婊子无情，戏子无义。王老娘对他们那么好，这群杀千刀的。清河雅苑本来就是汪家，他们留下后手很正常。现在问题不是骂，而是咋应对。我在这行混了这么多年，多少还有些面子。姑娘可以很快到位，可就是质量上有些不如意。这倒无所谓，质量不够请去凑。既然他们喜欢这个名字，那我们就让给他清河雅苑更名天上人间。1楼灯光减半，灯罩用粉红色，这样会看得不太清，弥补我们家姑娘和对面姑娘的质量差距，还能增加朦胧的情调。梁球，你安排工匠用最快的时间在1楼最中间弄个大转盘，让姑娘们穿上各种各样的衣服，比如官服、戏服、书生装，模仿祝英台；白色鱼鳞，模仿白素贞。但记住，都要衣着暴露，半遮半掩的坐在上面，可以让客人360度无死角的观看。我把这一套起名叫旋转选妃。当然，每天客人最多的时候弄一波就行，否则我怕姑娘们转晕了。不愧是花丛老手。在13岁可以起飞的年纪，就常年流连青楼教私坊，果然这方面渊哥你是最专业的。虽然是称赞，但魏渊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其他姑娘都要穿工装，工装，假扮宫女。是工装，就是统一制服，半透的布兜，下面穿紧身丝质裤子，必须要半透，给人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半露半不露的诱惑感觉。这种裤子我起名叫丝裤袜。至于菜肴，厨师就从我家弄过去3个，不就是御厨吗？就像谁没有似的。让三娘安排人去集市买干海带、虾皮、干香菇，将香菇泡发后和虾焙干碾碎，越细越好。让后厨做菜的时候放点，有提鲜的作用，起名味精。那新的小曲呢？对面那小曲我听着都得喊好，这是我抄录下来的。渊哥，你看看。梁球从怀中取出3张宣纸，魏渊嫌弃的没有接，而是让喜顺接下念出。主公，这些词的文学水平非常高，绝非书生文人能写出来的。无病呻吟，矫情傲娇，这文风一看就是朱思博写的。我身边这位是状元，真才实学的状元，写出几首词，那叫是吗？我安排你的事，快去办，词这边我解决。梁球走后，魏渊也不再隐藏。走去书房，不就是3首新曲吗？我写5首。世子你别闹，就你那文学水平，也就能写个1片2片3、4片，或者荷叶捅咕蛤蟆蹦跶啥的。魏渊一瞪眼，吓得喜顺扭头就跑。很快众人来到了书房中，魏渊不假思索的提笔就写：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才疏学浅的喜顺看不出好坏，可杜三娘与公孙锦却是被这首词震惊得合不拢嘴。这真是世子你即兴所写，主公能文能武，足智多谋，仅佩服不已。随着魏渊写下5首词，都是李清照、晏殊、柳永这些婉约浪漫派词人的代表名作。公孙锦激动得紧握双拳。仅不过是状元不得志，就已心如刀绞，而主公有着第一才子之能，但却为了大局隐蔽锋芒，任世人嘲讽。主公，您的卧薪尝胆，保诸蒙尘，让锦心疼您啊！我魏渊只是不想争名夺利，否则第一才子的称号岂能是朱思博那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仅本世子的这5首词，能否比得上他朱思博的词？吊打秒杀那种。今后大为文坛历史，在词中前10绝对有主公今日所著的这5首。可什么？但说无妨。可这5首词问世，天下人肯定都会说主公您抄袭，而且还是抄袭的朱思博，您这不是帮他这小人扬名？无妨，名声这东西我不在乎，得意就好。而且你可知千门36天，局中一举，亮旗招摇。谣言的谣对吧？
今日我利用天下人唾骂得意，他日谣言不攻自破，曾经骂的我有多恨，到时捧我就有多高。同样，今日捧他朱思博有多高，那天他摔的就有多狠。主公这是捧杀的无解阳谋，36天局中的上梁抽梯。不愧是能写出战天狼兵法的锦，聪明，把他捧上房梁，然后扒下裤子，再撤走梯子。到时候他除了光屁股丢人之外，还得从房梁上掉下来。至于摔得有多惨，那就看这段时间捧得他有多高。不得不说，关于银子方面，梁球动力十足，干活效率非常快。当天下午就把魏渊提出的天上人间安排好，姑娘们在门口穿着丝裤袜和抹胸，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演唱起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卧槽，这曲艺术含量很高啊！夕阳西下，正是勾栏客人最多的时候，不少客人听着钱清和雅苑如今的天上人间新曲，以及姑娘们的怪异服饰，但却能撩动心中小欲望的穿着，纷纷走进天上人间。还没正式接官印的六扇门副指挥使，竟然在入职的第一天给了同事每人一嘴巴，而且还要拔出剑砍了领导。每人一嘴巴，让他们长长记性。魏渊一声令下，江玉儿左右手开弓，一人一嘴巴，直接将2名侍卫抽飞。魏渊，如今你还没正式接官印，所以不算六扇门的副指挥使，他们2人拦下你理所应当。知道这是啥玩意不？尚方宝剑，你再敢逼逼一句，本世子就给你砍了。魏渊说完，拎着尚方宝剑，迈着四方步，拽得像258万般大摇大摆地走进六扇门。都他娘的，给老子集合，然后点名谁来晚了，直接脱衣服滚蛋。因为魏渊副指挥使的身份，所以六扇门的捕快们也都满脸不情愿地集合在院落中站好。知道你们不服我，本世子可以给你们一个挑战我的机会。当然想挑战我，先打过江玉儿，然后再打过我爷爷大魏战神魏伯约，再一个人单挑30万魏家军，然后才能挑战我。所有捕快无不满头黑线，京城第一纨绔果然名不虚传，是真他娘的不要个碧脸了。既然你们都不敢挑战本世子，那我这副指挥使就心安理得的当了。副指挥使能带几支队伍？每5银1支，还有1支队伍全部都是精英，归指挥使花大银直属。那现在我加入了，4个人咋分？4支大银乃陛下钦点，所以可以让你拥有4支队伍。本世子的人格魅力还需要强求。我每次去叫四方，一努嘴，姑娘们全都围上来。哪位队长愿意跟随本世子？不要含羞，站出来！世子，让我吕存孝跟随你，不可能。如果你想用官大一级压死人那套，我宁可辞官不做，也绝不当你这废物的爪牙鹰去。哎呀，卧槽！信不信本世子一剑砍了你丫的？世子，你要砍，那就把我10某银一起砍了吧。我六扇门团结一心，亲如兄弟，要砍一起砍。没错，我倒要看看你是否敢把我们都斩了，到时就算大魏战神魏伯约也保不了你。来吧，世子，你想杀就把我们一起都杀光。魏渊把尚方宝剑往地下一丢，伸手入怀。好，和我玩抱团罢工这一套，真当本世子是你捏的？卧槽，不会真把他也急眼了？掏机关暗器吧，比如小银书里的佛怒唐莲、菩提雪啥的，说不定真有。毕竟人家爷爷可是魏公，弄点保命的东西也不奇怪。银票。所有人没想到魏渊掏出一沓银票。追随本世子，每人每个月俸禄上涨5倍，5倍俸禄，谁愿意追随本世子？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为5斗米折腰？居你这等纨绔之下。没错，少用银子诱惑，老子们都是大丈夫真豪杰，不吃你那一套。所有人都不傻，魏渊这种废物肯定干不长，5倍俸禄好听，也眼馋，可最多也就拿1-2月，甚至都不一定能拿1个月。这家伙前脚拍拍屁股走了，自己留在六扇门被领导穿小鞋。傻子才会答应。我知道你们怀疑我干不长，但没关系，只要跟随本世子，可以提前预支5年俸禄，全额马上点清。如果我走了，你们不想干了，可以跟我回魏府谋个好差事，俸禄不变。是，世子，我急需用银子，所以请同意我跟随你。果然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场算清你5年有多少银子，乘以5倍，马上真金白银给你点清。另外，本世子再多给你500两，当做第1位追随我的奖励。见魏渊现场点银票，所有人再也承受不住诱惑，都纷纷争先恐后的抢着要加入魏渊的阵营。等一等，名额有限，所以本世子也需要挑挑的。我记得刚才你们说啥？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不为5斗米折腰，岂能居在我这废物纨绔之下，对吧？世子，您听错了。他们是这样说的，我老实说的是，宰下飘零半生，只恨未逢明主。若世子不弃，我老实愿拜您为义父。魏渊吓得连忙后退2步，捂住背心，生怕让人捅刀。
这次咋这么熟呢？魏渊也不知道在剩下11人中如何选，只能把目光看向吕存孝。看你一脸正直，给你个机会替我挑选3位队长。让我选？没错，本世子对属下的要求是人品为先，能力其次。老吕，我们俩是同乡，又是发小，你得选我。对不起了，老师，你人品不错，但能力在这11人中并不出众。于私我应该选你，但于公不行。放你娘的屁！姓吕的，今后咱们嘎跑断义，分道扬镳。你加入无非就是为了银子，我把银子分你一部分就是。明日我也会向你负荆请罪，挽回我们这段友谊。姓吕的，别骂了，老吕什么人品你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关乎到公事，他从来都是铁面无私，不讲任何情面。今日别说是你，估计就算他亲爹在这，也得按规则办事。既然他是你同乡，又是发小，你是我的人，本世子自然不希望让你难做，给他1个名额，再挑选2个吧。谢世子成全，既然这样，我银子就不分你了，也不用向你负荆请罪了。很快，吕存孝又选了2人，是个双胞胎，名叫张龙赵虎。至于双胞胎为啥2姓，魏渊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好意思问。看着脸上露出懊悔的4大神捕，魏渊也多少动了点爱才之心。如果重新选，你会从他们4个里面选吗？他们能力仅次于我，能力非常强，只是人品太差，不符合你的标准。多年共事，也知道吕存孝是啥尿性。4大名捕只是咬着后槽牙，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这货是真不怕得罪人啊，在官场能活到现在也是个奇迹。把你们手下人都叫上，吃一顿庆功宴。至于地点，咱也来一个不记名投票，整个京城除了皇宫里的御膳房，其他地方随便选，啥地方票多咱就去哪，而且全场由本世子买单。入职第1天的副指挥使竟然给同事涨了5倍工资，而且还带着200人去岳父家敲诈了20万两银子。除了值班的兄弟，其他人随我去翠华楼大吃一顿，没去上的不要难过，写下你们想吃的菜，给你们打包1份带回来。世子威武，世子牛逼。就这样，魏渊带上200多号人，浩浩荡荡的招摇过市。魏渊手持尚方宝剑，拽得像258万似的，逢人就打招呼。百姓们，我魏渊如今身居6扇门2把手，谁有冤屈记得找我。本世子小名魏青天，白面无私辨中间。大魏没救了，皇帝的失心疯，竟让这么一个玩意当6扇门的副指挥使。在路过仓府时，魏渊忽然停下脚步。兄弟们先等等，我有一笔账得收。感谢老大的银子，兄弟们必须帮忙。把本世子的话当耳旁风，10万两银子没送来，那今儿可就变20万两了。只要把银子要回来，本世子拿出1万两请大家吃吃喝喝，剩下的银子兄弟们平分。听到这话，捕快们纷纷双眼通红。还银子，苍侍郎还银子，少一分兄弟们可就拔刀了。义父，苍侍郎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的证据咱们都有，就是因为他背后是汪家，咱们没敢动手缉拿。苍家背后是汪家，你确定？肯定啊，当时有兄弟就要收拾他，结果汪家出面把这事压下去了。苍家和汪家经常有经济往来，整个京城所有人都认为苍家背后是魏家，可实际上他苍清空是汪家的人。义父，你的天上人间花魁都挺漂亮，可惜就是太贵了，我们银子要银子要人，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想要。5000两银子，随便选个花魁和你过一夜，挂我账。淡定。老石偷偷摸摸地从后腰取出几个信封，隐晦地交给魏渊。打开信封，其中有4笔金额巨大的受贿，一个是违规批建京郊清风寺，金额达到了20万两银子；一个普通寺庙竟愿意贿赂20万两，其中绝对有猫腻。第2个只写了一个猪，受贿10万两银子。可以猜到，这猪就是朱思博，为了当监考官，没少打点礼部。第3个是1年前受贿50万两银子，来路不明，他做什么不明。第4个是1年半前受贿100万两，来路不明，做了什么不明。让你免费玩花魁1个月，告诉我第3、第4个什么意思？第3个根据兄弟们调查，应该与义父你有关，是卖女儿的银子。第4个呢？第4个没调查出来，有兄弟调查过，但第2天就意外死了，一共死了10几个兄弟。只要调查这件事，必死无疑，所以没人敢查了。按照我的侦查经验，这是牵扯的比天还大。你想想那段时间发生了啥大事？不用说了。魏渊双拳在袖里紧握，转过身去，不让人看到他控制不住的微表情。1年半前发生的大事，那不就一件我的父兄战死沙场？还记得死讯传来时，爷爷把自己关在练功房7天，整整看了7天的沙盘。无论他如何推演，那场仗都不可能输，更绝对没有全军覆没的可能。魏渊，你太过分了，难道你真不怕我以后不理你吗？
欠债还银子，天经地义，我来收账，兄弟们说说有何不可？没错，老大说的对。姓苍的，麻溜拿银子，否则别怪兄弟们抓你全家去刑部大牢。走，把所有值银子的东西都搬出来，清点折算20万两银子。是。一群捕快横冲直撞地冲进仓府，苍乃云泪眼婆娑，整个人哭得梨花带雨，让人我见犹怜。唐，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魏渊大脑一片空白，差点让人停止抄家。魏渊生日3月3，民间传说这天是王母娘娘的蟠桃会，所以有个和他有娃娃亲的女孩，在小时候给他起个外号桃。练了很长时间吧，我见梁红婵的，拿命赔他都行，可你终究不是他。继续搜。魏渊，你好大胆子，竟敢到我仓府闹事！一身侍郎官服，迈着四方步，大摇大摆地走出来。你他娘的就是一个四品官，身无爵位，不是贵族，也就比庶民强点，和本世子也敢直呼其名。之前的1年里，魏渊在苍乃云面前有求必应，让苍家的人在魏渊面前都养成了一种莫名的高贵感。然而魏渊这一巴掌彻底把苍家人打醒。很快，捕快抱着名人字画、金银首饰走出来。前朝书法大家字画一幅，价值3000两。我咋看是假的呢？仿字画一幅，3两银子；仿金簪1两银子。看着价值10万两银子的宝贝，被这群该死的捕快折算成不到100两，苍清空差点吐出一口老血。魏渊，世子，您好歹与小女有婚约。你不提，我都差点忘了。喜顺文房4宝伺候。魏渊挥毫泼墨，既已2心不同，南归一意，各还本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干沙沃河，永无此期。洋洋洒洒写下200字的退婚书，随手丢在苍乃云的脚下。老大，我们搜到了苍家的地下室。2个捕快抬出一口木箱，里面装满了黄白之物。老大，不算一些房契地契，这些可以折算50万两左右。20万是我借出去的，半年前订婚，我爷爷拿了50万两银子的东西当彩礼，现在退婚彩礼必然得收回。什么50万两？当初的彩礼只有10万两。放屁！我爷爷出手怎能如此小气？你要是不服，可以去找他理论，前提是你敢。这些房产地契可以折算多少银子？80万两。吕存孝见魏渊使眼色，连忙改口：20万两左右。喜顺让人把东西都拉魏府去，现在2清了，从此魏家、苍家无任何瓜葛。半年没开张，今天却食客满座的酒楼，老板却突然拿出尚方宝剑砍客人，而且还要把客人都撵走。世子您来了，您的专用包厢，食客给您留着呢。楼上天字1号雅间请。今日本世子不去雅间，要与民同乐，和我这群小弟兄们一起开怀畅饮。世子，您带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地方不够，食材也不充足。没等掌柜的说完，魏渊当场拔剑。知道这是啥不？南招娣，我老丈人的所赐，小名叫尚方宝剑，随便砍人不犯法的那种，你怕不怕？怕就麻溜弄，我这群弟兄们可都饿着呢。可世子还有其他客人，撵走清场。麻了个巴子的，谁敢不走，你就用这把剑砍了他。魏渊把剑回鞘，丢给掌柜的。世子，您可别吓唬我，这可是尚方宝剑，草民我可不敢碰啊。逼胆吧，麻溜清场。这次本世子的小弟兄们吃高兴了，银子不差，但凡有一个说不满意，酒楼他娘的给你砸了，把你全家男丁宰了，女眷送去教四方。掌柜的连忙低3下4对在座食客道歉，食客们也都通情达理，毕竟谁碰到魏渊这种不是人的玩意都够呛。魏渊偷偷用余光看了一眼外面的2名男子，身穿粗布麻衣，走路扭扭捏捏，面白无须，还没喉结，一看就是近过身的太监。从6扇门出来，这2人就跟着自己，显然是南招娣派来监视自己的。200多人一起吃，又打包了一大堆酒菜，食材没了，掌柜亲自去采购。采购不到就去其他酒楼窜货。与掌柜的悲催不同，6扇门捕快们吃的都很开心，一直吃到了夕阳西下。反正魏渊就是喝了几口酒，菜是一口没碰。逼都装完了，后厨100%往菜里吐老痰。走，带哥几个去自家场子听曲。魏渊装醉，摇摇晃晃站起身，带人朝向天上人间走去。此时两边各自使劲，浑身解数对垒。你门口唱曲，我就门口跳舞，弄得整个街道都好生热闹。魏渊带人浩浩荡荡的走来，唱曲跳舞的全部停下，看热闹的也都看了过去。那不是魏渊吗？就这货还能当官？他手上那可是尚方宝剑，6扇门的2把手。他来干啥？魏渊带人大摇大摆的冲进清池雅苑。世子，您不去自己场子，来本殿？妈了个巴子的，本世子去哪轮到你这老鸨子管？信不信拿尚方宝剑砍了你丫的！魏渊举起尚方宝剑，走进清池雅苑，一把抓住搂着姑娘听曲的公子哥。6扇门查案，你叫啥？别闹了，渊哥，咱俩认识10多年了，好吧？
找他娘的套近乎！认识10多年，你丫的不去对面，来我竞争对手这吃喝玩乐？问你啥，老老实实回答，否则本世子手中的尚方宝剑可锋利着呢。张翼龙，性别，渊哥，你难道看不出我是男是女？谁他娘知道你是不是易容？说不说？不说给你衣服扒光检查。我说，我是男的。这是陈酿啊，最少300年，当然是勾兑的，一大坛子，最多放了1小杯酒膏。300年的酒膏，你说啥地方才有这好玩意呢？墓里陪葬的最多。你大爷的汪家，给老子喝死人酒！把朝廷缉拿要犯的画像拿过来，挨个对照，但凡有长相差不多的，直接拉去刑部大牢，先抽他100鞭子，然后手指甲拔掉。世子，我是刑部尚书的儿子，我俩也算是发小了。别他娘的套近乎！本世子乃白面无情为青天。得，我惹不起你魏渊，我走刑部，这曲我不听了，我去对面天上人间听。算你识相，好走不送。与汪腾有7、8分相似，20左右岁公子哥打扮的青年，黑着脸带人走出来。魏渊，你他妈做事别太过分了，你这是在玩火知道吗？玩火尿炕？你以为我和你老娘一样，天天被我玩尿炕？汪茂，你哥哥都被老子干废了，现在离家出走，踪影全无，你多鸡毛！小王八，为某人的剑锋利，躲远点，别伤到你的王八壳。魏渊，你真要把事情做绝吗？绝？我咋绝了？问问本世子的小弟兄们，老子进行合法盘问，没有滥用私刑，哪点错了？老大秉公办事儿，没毛病。差点忘了，梁球举报昨天被人投毒，在场的人有4大花魁，把他们3个抓走，关进刑部大牢，好好审一审他们。毒杀世子，那可是弥天大罪。遵命。既然敢背叛我，你们就要想好怎么死。3位花魁被捆上带走。魏渊，你个得了志的小人，我去你大爷的！皇宫御书房，批阅奏折的南昭帝听着2名乔装打扮的小太监汇报完，摆手让2人离开。陛下，这今天用银子和女人在6扇门笼络了一批人，然后带着他们去了苍家退婚，又狠狠敲诈一笔，之后在大街上招摇过市，好不嚣张。在翠华楼还把尚方宝剑丢给掌柜的让他清场，又滥用职权打压汪家的清池雅苑，抓了3个花魁。朕早就想到魏渊会干出这种荒唐的事，意料之中。老奴觉得他太过分了，要不然您还是把他官印和尚方宝剑收回来吧。他再这样闹下去，老奴都怕他把京城闹翻了天。翻了天更好，如果魏渊老实本分不闹，朕还真就把他这副指挥使收回了。这京城的天得变，只有浑了水，朕才能渔翁得利。刑部大牢，矮小消瘦，贼眉鼠眼的老石手持皮鞭，看着身前五花大绑，被吓傻的3个花魁。你们为什么要给梁球世子下毒？劝你们老实交代，免受皮肉之苦。老石把鞭子狠狠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将3个花魁差点吓得身体痉挛。还不快说，整个6扇门，我老石的鞭法最好，抡开好似龙摆尾，又如怪蟒把身翻。别逼我老石不懂得怜香惜玉。世子被下毒，与下毒事件无关的3位花魁却被抓走关进大牢，而且还与10几年没见过女人的男犯人关在一起。你们为什么要给梁球世子下毒？劝你们老实交代，免受皮肉之苦。老石把鞭子狠狠抽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将3个花魁差点吓得身体痉挛。还不快说，整个6扇门，我老石的鞭法最好，抡开好似龙摆尾，又如怪蟒把身翻。别逼我老石不懂得怜香惜玉。没有，我们真的没有，早就已经调查清楚，凶手是小蝶，和我们没有关系。刺杀世子乃诛9族的大罪，就算你们不是主犯，从犯也是死罪。没有，我们绝对没有刺杀梁世子。好，不说是吧？我老石有都是办法让你们说。老石收起鞭子，摆摆手，与几名捕快离开。随着老石带人离开，3女便看到漆黑的四周出现一双双幽绿色亮光。女人，是女人，好漂亮的女人。10几年了，我10几年没看到过女人了。我要女人。左右牢房露出一个个人影，破衣烂衫，头发赶毡，满脸的污垢，散发浓烈的恶臭味道。鬼啊！3女吓得惊叫一声，看着2侧犯人不停摇晃隔离的铁柱，并且伸出手抓向3女。女人，快给我女人！肮脏的手抓住一名花魁的裙摆，咧开嘴露出焦黄橙褐色的牙齿。花魁用力挣脱，裙子被撕掉一块，因为用力过猛，又被另一边的犯人抓住。很快，3名花魁衣不遮体地抱在一起，吓得浑身颤抖，痛哭流涕。那群犯人在大牢关押几年，甚至10几年，没吃过一顿饱饭，没洗过一次澡，更没碰过一次女人。捧着从他们身上撕扯下来的衣角，放在鼻子下，狠狠地深吸一口气。好香，好香啊！
我说是我给世子下的毒，让我死吧。3名花魁精神崩溃，出道以来接客不少男人，但无一不是达官显贵，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比乞丐还恶心的东西？都给老子住手！一声鞭响，所有犯人吓得退回黑暗之中。老实带着手持餐盒的杜三娘走进来。三娘救救我们！三娘看在多年姐妹份上，救救我们！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是我不想救，而是你们3个一声不吭的就跑到对面，让世子很寒心。三娘，我们知道错了，你就去求求世子放过我们吧。行吧，我晚上就让锦郎求求世子，尽量在明日你们砍头前给你们答复。明天砍头，三娘，求求你让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我1分钟不1秒都不想待了。三娘，只要你能救我们出去，我们保证不再背叛世子，还有5年不要工资，只要马上能离开，让我们做什么都行。行吧，等会我去找世子求求情。我虽然没面子，但我家锦郎有，这点薄面世子应该会给。当三娘来到隔壁天牢时，便看到魏渊把手里的刀交给公孙锦。锦，当初你说跟随我的时候，我就答应过你，有朝一日会让你亲手了结蔡坤那小白脸。那小白脸就被关押在这里，去吧，做什么都行。谢主公。公孙锦手持刀，看着牢房中披头散发、被吊在架子上的蔡坤。还记得那日运河边，自己被汪家下人差点打死，像狗一样趴在地上，被蔡坤用脚踩在头顶。公孙锦，你老老实实认命多好，为什么非要告我御状？知道我什么身份吗？汪家的女婿，4公8侯中的锦衣侯汪家，你拿什么和老子斗？卧槽，你还敢骂我？来人啊，把这狗东西嘴撬开！本公子先把他的舌头割掉，再要他狗命。持刀的公孙锦瞪着蔡坤，睚眦欲裂。蔡坤抬起头，看到公孙锦手里明晃晃大刀时，不由惊叫一声：“公孙兄，你要做什么？”明知故问，当然是把你对我所作所为连本带利的奉还给你。公孙锦挥刀斩向蔡坤的双脚。公孙锦，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只见鲜血染红了蔡坤的裤管，而后滴滴答答的流淌下来。公孙兄，求求你看在我们曾经同窗的份上，放过我，让我苟延残喘多活几日，反正我用不了多久便会被处死。公孙锦多么想一刀将这个恨之入骨的小白脸砍死，但蔡坤是南昭帝亲自下令处死的要犯，他如果死在自己手里，会给魏渊带来一些麻烦。公孙锦心一狠，没有选择杀他，而是割掉了蔡坤的舌头。你欠我的，我连本带利还了。至于你的狗命，就交给朝廷斩首吧。从此刻开始，你我互不相欠。谨谢过主公。今日之后，你就与过去彻底告别了。清池雅苑没有了花魁，醉仙酿又加了墓里陪葬的酒膏，再有今日魏渊大闹一通，所以无论老鸨子如何揽客，里面客人只有大小猫2、3只。反观天上人间，却是人声鼎沸。你们哥3个先喝着，我爷爷有门禁，必须2更前回去，否则就得吊起来走，先走一步。老大请便。老师进来就抱着花魁去房间了，他们3个以后都是自家兄弟，看好哪位姑娘直接上楼进房间，记住不能收银子，全挂我账上。4更天，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随着打更人的罗鸣，魏国公府祠堂燃烧起熊熊大火。一名姿色中等偏上、穿着魏府婢女服装的少女，表情慌张地跑过来：“世子，着火了，您快离开，去安全地方。”可就在他临近魏渊时，突然从衣袖中抽出一把闪烁寒光的小刀，快准狠地刺向魏渊。可就在他出手的刹那，魏渊就好像会未卜先知，提前躲开了他的刺杀。玉儿，快出来，开饭了！整个国公府的婢女都是丑老妇，而妙龄美女刺客却还要穿着婢女的服饰来刺杀世子，而且还是一眼就能被认出的那种。世子，着火了，您快离开，去安全地方。可就在他临近魏渊时，突然从衣袖中抽出一把闪烁寒光的小刀，快准狠地刺向魏渊。可就在他出手的刹那，魏渊就好像会未卜先知，提前躲开了他的刺杀。玉儿，快出来，开饭了！魏渊扯着嗓子大喊，江玉儿睡眼惺忪，嘴角流着口水的跑出来。吃饭了，那得快去！大胆，竟敢刺杀世子！情急之下的江玉儿抱起地上200多斤的大石墩，狠狠地朝向少女丢去。巨大石墩就仿佛是炮弹，狠狠砸在少女身上。少女张嘴吐出一口夹杂内脏的鲜血，胸口严重塌陷，目光不可置信地瞪着魏渊。瞪你爹呢！整个魏府婢女都是大妈，连个气质美淑女都没有，啥时候出来个你这样的妙龄女子？少女张张嘴想要说话，
但却没说出半句，再次吐出一口夹杂内脏的鲜血断气。魏渊看着北方的火光以及吵吵闹闹的救火声音，拉着江远快步朝着南边跑去。临近南院，就听到阵阵打斗声音。只见小蝶歪着脑袋，嘴角还流淌着鲜血，被拧断了脖颈，成了尸体。王玄策与一名身穿袈裟的大和尚在打斗，然而身经百战的王玄策却一直被大和尚压着打。大和尚见到来了救援，一掌逼退王玄策，直奔魏渊而来。保护！王玄策刚说保护二字，喉咙一甜，吐出一口鲜血。随着江远拎着魏渊把他丢到自己身后，挥拳朝着大和尚砸去。大和尚挥拳迎了上去，拳拳相对。大和尚万万没想到，自己主修般若龙象劲，同境界在力气方面无敌手，竟比不上江远。你这和尚力气好大，本来老娘还收了一半力气，现在看来不用了。江远再次一拳砸下，大和尚这次不敢硬碰硬，连忙把全身气凝聚双臂，同时周身散发出8色玄光，抵挡这大胖娘们的一拳。咔嚓，大和尚双臂骨骼断裂，整个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倒飞出去。也不算很抗揍嘛，也就相当于老娘给世子按摩的力道。江远大步流星地冲向大和尚，举拳头还想继续砸，但却没想到大和尚猛地向江远吐出一口灰烟，灰烟异香扑鼻。江远砂锅大的拳头停留在半空，双眼变得迷离，借此空档，大和尚脚尖轻点，朝向魏渊的方向飞奔而去。不！王玄策疯了般瞪大血红的双眼，拼着重伤之体冲过去，但还是晚了。大和尚已经冲到了魏渊身前，然而看都不看他一眼，直接穿过魏渊，跳上高墙，离开魏府。擅闯我魏家，还想活着离开？魏伯约那声若洪钟的声音响起，紧接着刚刚消失在黑暗之中的大和尚倒飞回来，重重砸在魏渊身前地面。魏渊连忙抽出随身携带的银针，封住大和尚的经脉，让其丧失行动能力。手持龙头棍的魏伯约从天而降：“你内伤很严重，快去找穆千秋救治，否则会留下暗疾。”魏公，是末将无能，让小蝶被杀了。武道大宗师不顾形象，暗中潜入刺杀，你肯定挡不住。尽快把尸体处理掉，然后对外宣称大和尚刺杀失败，他就是个儿，死活不重要，只要对方不知道就好。我家锦囊说的。魏伯约用棍挑起小蝶的尸体，丢向角落的花坛，虚空一掌拍出，小蝶尸体4分5裂，散落各处，化作春泥更护花。向老夫孙儿下毒，你这贱婢不配拥有全尸。那大和尚呢？我记得就在我眼前啊。你中了迷烟，这次玉儿你立下大功，等会去厨房找厨师，随便点菜吃夜宵吧。听到吃，江玉儿开心地笑了起来，小跑去魏家厨房。就在这时，穆千秋拎着一名身穿婢女服装的少女尸体走过来，正是之前刺杀魏渊被江玉儿一石墩砸死的刺客。老哥，这少女身上涂抹了遮眼膏，她身上有许多陈年疤痕，应该是某个组织培养出来的死士。通过她的经脉以及丹田内残留的气，是与上次刺杀玉儿的少女死士是一伙人。穆千秋说完，丢下尸体，走向倒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大和尚身边。大宗师修为，老哥，这大和尚修为不低，如果是我大魏江湖中人，我绝对会认的，所以这家伙很可能不是大魏的人，我怀疑他们两个不是一伙的。魏公，此人刚刚路过世子，但却没有出手，显然他并不认得世子。到底还有多少实力？把我魏家当作眼中钉、肉中刺，你个龟孙儿，以后记得出去多带些侍卫，别让老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大和尚收监魏家牢房，严加看管。主公，他没认出来你，但却杀了小蝶，这家伙有没有可能是朱思伯的人？是我小看了这伪君子，能在这么多世家中左右逢源，还能找到大宗师为他办事，真是有些本事。主公，魏公亲自审问大和尚，我们要不要去看看？你们或许都没看出来，其实这家伙也是个死士。大宗师级别的死士，这怎么可能？培养死士的方法有很多，像刺杀我的少女只是其中一种，还是最低级的那种，但大和尚这种很高级。你可听说过狂信徒吗？狂信徒，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生命也无所谓的那种疯子。这大和尚的眼神告诉我，他就是狂信徒，所以无论我爷爷和穆千秋如何用刑，他都不会说半个字。对了，你要去大牢看热闹，记得跟我爷爷说一声，留他一条命，我有大用。睡半道被吵醒，老子可是有起床气的，睡个回笼觉先。每天都要惨叫着弄自己满身粪便的世子，今天却大笑着连澡都不洗就跑去大牢找和尚。嘿嘿，道爷，我成了，终于成了。魏渊房间中，此时的他浑身包裹着恶臭杂质污垢，发疯般仰头大笑。这些天每日洗精伐髓，被江玉儿按断过骨骼不知道多少次，如今终于成功，那种天天痛苦的日子再也不用承受了。
魏渊都没让婢女大妈服侍洗澡，而是第一时间冲进魏府大牢。用力啊，再用力点，我死都不会背叛佛陀，我不会。主公，真被你说对了，这家伙就是个疯子。我看着他被打到现在，竟眉头都没皱一下。主公，你为什么不洗澡？看打人看到现在，你肯定有什么特殊癖好，不比他这疯子强多少。魏渊打发走侍卫，舔着嘴唇，就像昨日那群10几年没见过女人的犯人，双眼露出金光，满带欲望地看着大和尚。知道为啥老子不让你死吗？因为我需要你这里。魏渊目光看向大和尚的身下，吞咽着唾沫，口水直流地走过去。卧槽，主公你也疯了，别这样，他是个男人。魏渊激动地抽出9针刺入大和尚的脐下3寸丹田处，紧接着公孙瑾肉眼可见一缕缕赤红色的气顺着插在大和尚丹田处的银针流进魏渊的手心，通过皮肤一点点进入魏渊的体内，紧接着赤红的颜色开始向手腕蔓延，直至全身。魏渊强忍着炙热，将吸出来的气流淌四肢百骸，强化经脉骨骼，同时也按照前世修炼的心法升龙道运行周天。慢慢接近尾声，大和尚一张大黑脸变得惨白，而魏渊则是宛如关羽，面似重枣。魏渊这才缓缓地站起身，用力捶击自己的胸间痰中，黑色污血混合着灰色气体，宛如飞刀般射出，将昏死过去的大和尚双腿斩断。主公所用的可是传说中的嫁衣神功？是我所修升龙道心法的特殊性，你想学？我可以教你，但以他人之气运转自己心法周天，将其纳为所用，以最短的时间大幅度提升武道修为。可这种行为不符合规矩，所以忍受的痛苦达到极致。意志不坚者会因痛楚而分神，从而会无法操控气的运转周天，导致身体排斥。轻者筋脉俱断，走火入魔，成为废人；重者当场爆体而亡，大罗金仙也难救。公孙瑾看着魏渊浑身皮肤被严重烫伤，不由想起刚刚他痛苦的模样，吓得连连摇头，让喜顺去药铺抓了治疗烫伤的药材后，魏渊跳进木桶浸泡药浴，药浴接触到烫伤的皮肤，那种透心凉心飞扬的舒适感，不由让魏渊发出一声舒爽的呻吟。自己终于有了点自保的能力。大和尚一身修为达到了大宗师，但提纯气就消耗了6成，3成用来强化筋骨血肉，1成在运转时被消耗，所以真正收为己用的只有1成。就算如此，也让我的武道境界突破入门，进入到后天修为大圆满的境界。普通人想达到这种境界，最少需要10年苦修，哪怕是绝顶天才，也得需要3至5年。咣咣咣，敲门声响起，喜顺探头探脑地走进来。世子，沈掌柜求见。让他进来。很快，沈万三快步进门，看着魏渊身上的烧伤印记。听闻昨夜魏国公府失火，世子您受伤了。轻微烧伤无碍，事情办妥了。妥了，我还特意没去租用更便宜、地位更好的魏家店铺，选择租用了汪家店铺。别自己出头，以免之后被秋后算账。放心，我都是安排心腹去做的，没有自己露面。等事情一结束，我就让他永远开不了口。那如果我没猜错，你那位卖茶的朋友也没了吧？世子聪慧，果然什么事都逃不过您的法眼。毕竟这件事后患无穷，必须要小心再小心。人都杀了，那卖茶的欠款你也吞了不少吧？吐出来点，我要8成。这8成就8成，可以。你做得很好，等下就正常开业即可。让你心腹去我天上人间雇几个好看姑娘，给我一个买茶的契机，让他嘴甜点，多夸夸我，这样也能顺理成章的当托。沈万三走后，公孙瑾从屏风后走出来。主公，此人脑后生反骨，做事太狠，不堪重用。慈不长兵，义不长财，这世上白手起家的人就没一个是心地善良之辈。我敢用上下2个头担保，这家伙肯定没嘎人，估计是控制住，藏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防着主公您。故意在我面前提出事成之后杀心腹，就是为了让我猜测他杀了茶商，他也能借机会把这事说出来，这叫心理诱导。主公，我马上安排斥候每天12时辰轮班蹲守，找到他秘密藏人的地方。去安排吧。这沈万三整个人150多斤，却有160斤反骨，用一次就好，不能多用，否则将来指不定从暗地里跳出来，狠狠地咬我一口。喜顺，世子您唤小人啥事？去找梁球，让他40之前务必到天上人间。再安排人去建国公府找李公子，再去秉国公府找郑公子。反正之前跟我一起混的那群玩意都叫来，40之前到天上人间，就说本世子升官发财，所以请他们吃喝玩乐，顺便让他们帮忙占个场子。又换了3、4次药浴，魏渊身上的烫伤已好了7、7、8、8，腰胯上方宝剑
威风凛凛地前往天上人间。抵达天上人间时，这群平时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过夜生活的公子哥们还没到场，只有梁球一人。表弟，你过来还是过去吧，你身上还有臭味。你就不怕我抽你？哎呀，卧槽！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和我说话了？我爹给我姐飞鸽传书，戍边回信，我姐过段时间就会回来。小渊子，老老实实过来让本世子搂一下，否则我姐回来抽你，我可不拦着。老子当年差点当你姐夫梁红婵回来多鸡毛，本世子怕他个娘们！看书就头疼的风尘老鸨子，世子却要把钱庄交给他打理，而且还是一个超大的钱庄。懂管理银号钱庄啊？肯定不懂。那就尽快去学，过段时间我把一个很大的钱庄交给你打理。这我可学不会，世子你这是为难我，看书我就头疼。要不然你还是找一个精通这方面的人才。在我眼里，人品和忠诚要远远超过能力。你只是一个老鸨，配个哑巴可以，但如果那个哑巴今后手握兵权，成为一代谋士，你还配得上吗？杜三娘自然明白魏渊的话，她不相信魏渊的能力，但却相信锦囊的才华，未来肯定会出人头地。那我就退出，在背后默默的祝福他。为什么不强大自己，然后一直跟在他身边呢？我能做到的，只有给你这一次机会，好好把握。为了锦囊，老娘拼了命也要学会管理银号钱庄。永远记住我的一句话，不要光想着用感情绑架身边的人，你不进步，但对方却进步了，那你们的关系就会逐渐疏远。好好学，我看好你。魏渊这些年的那群狐朋狗友、表面兄弟，听到有人请客，全部到场，无一人缺席。哎呦，咱们的渊哥，不对，应该叫魏副指挥使。魏大人，这尚方宝剑在身上，好不威风。魏大人，兄弟们祝贺您升迁。魏渊用虚假的笑容和这群虚伪的朋友挨个打招呼。把我从家带过来的东西拿出来。江玉儿从马车上抱着一个蒙着红布的东西走过来，从外面轮廓看，应该是一个大号胆瓶。江玉儿把东西放在正门口，魏渊一把掀开红布，只见是一个上好的汝窑青花胆瓶。最让公子们震惊的不是胆瓶，而是瓶口上还有一个人的脑袋，大光头，上面有4个戒点香疤的大和尚。这是人？这狗东西昨天放火烧了我魏家祠堂，还要刺杀老子，幸亏我爷爷来得早，否则你们今儿都看不到本世子了。说着，让喜顺拿出一个大牌子，挂在花瓶上，牌子写着几个大字：认出此人者，赏黄金1000两。这狗邪僧恶贯满盈，本世子断他4肢，打碎浑身骨骼，保证这邪僧受尽折磨，想死都不行。所有公子哥面面相觑，天上人间内部的3位花魁吓得浑身一抖，毕竟他们3个可是刚刚背叛过的，这画面的冲击力太强了。他们3个已经决定，天上人间哪怕黄铺了，他们也要扫完地再走。走，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全场消费由本世子买单。所有公子哥也不矫情，纷纷找上姑娘，开始坐下听曲吃喝，推杯换盏，一直到下午。三娘忽然来到魏渊身边。世子，有个人自称是江南商会的，因为新店开张，所以想租借我们姑娘1天。只要给银子，那就租借啊。可世子，他们租借的是3大花魁以及20名头牌，都借出去，我们天上人间可就得关门了。只要银子到位，关门1天也无所谓，把他带上来，让本世子亲自和他谈。很快，一名长相忠厚老实、衣衫华丽的中年男子被带上来。草民张万福见过世子，副指挥使魏大人。你这草民有点眼力，竟能在如此多的英雄豪杰之中一眼认出本世子，不错不错。等会你小子租借姑娘，给你打折。世子，您不知道自己有多耀眼吗？您就简单端坐于此，看似平凡，可实际上是非凡。你那霸气侧漏，无人争锋，一如璀璨星辰，照耀四方，明亮而不可及，让你在人群之中一眼安能辨你是大英雄，真豪杰。这中年男子的话把魏渊说的一愣愣的，虽然早知道安排好他夸自己，但也别这样漫无边际的去夸呀。草民早在江南就听说过世子的威名，整个大魏只有您一人独占忠义人永信，礼义廉耻孝，我们江南姑娘都哭着喊着想嫁世子。正所谓魏之巅，傲世间，有你魏渊便是青天。谁家姑娘眼睛瞎了要嫁他？另外什么忠义人永信，这货和哪一条沾边？梁球说完，全场公子哥无不哄堂大笑。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你这草民卖啥的，老子给你捧个场。茶叶，你说的本世子爱听，你给我面子，我就给你金子。你茶叶我买100两银子的。对不起世子，不卖半分。
卧槽！哎呀，卧槽！他娘的茶镶金边了，还是喝了能成仙？100两银子半份，那一份是200两，你丫的咋不去抢？不，是300两银子一份。这茶与进贡皇帝的茶品质也不遑多让。魏渊在桌子下隐晦地踹了梁球一脚。渊哥，牛逼都吹出去了，你不买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喜顺，给银子。这魏渊还是和以前一样大怨种迷了。在公子哥们心中嘲讽中，中年男子给了魏渊一个精致的玉盒。公子哥们纷纷好奇地看过去，想瞧瞧这300两银子一份的茶叶到底有何不同。打开玉盒，见到其中茶叶，雇主紫笋茶，品级不错，但最多3两银子，你他娘的翻300倍，是不是把我渊哥当傻逼冤大头？不。中年男子从怀中拿出10两银子，交给喜顺。其实这茶是我们江南商会推出的新品，茶不主要的是想让天下人共同致富。共同致富？对，买一盒茶叶，前1个月每天返银子10两，1个月以后变成每天5两，半年以后就算结束返银子。我知道各位公子认为我是骗子，但我有江南朝廷的批文，其实各位买茶的银子呢，我们商会都聚集在一起，并且拿来去投资。说白了，给你们返的银子也就是利息，这是江南官方的新政策。为大人身为6扇门副指挥使，火眼金睛，随便扫一眼就可辨别真伪。渊哥，我咋感觉这官印章有点假？3两一盒的茶叶被卖到了300两，而世子却一下买了100盒，并且还介绍身边的人一起买了上千盒。买一盒茶叶，前1个月每天返还10两银子，1个月以后变成每天5两，半年以后就算结束返银子。你真返银子？要是你偷偷跑了咋办？大人，您们在大魏各属顶级世家门阀，我就算跑到天涯海角也得被你们抓回来，刀砍斧剁，五马分尸。这话老子爱听。世子，您介绍的人来买茶，每卖出去1盒，我就前1个月每天给你返5两银子的利，1个月后是2两半，持续半年。魏渊摆摆手，喜顺点出3万两银票递给中年男子，买了100盒。中年男子接过银票，从中又点出1000两交给喜顺，就当是第1天的返银子。你不买，我应该买吗？你说呢？那买1盒。梁球说到这，见魏渊不停对他挤眉弄眼，只能改口。本世子也买100盒，但我没银子，渊哥你先借我。中年男子点了1000两银票递给梁球，又点出500两给魏渊。这玩意来银子快啊！都过来买点，每人上限10盒，如果赔银子了，全算我的，可以签契约。公子哥们也都对这种买卖好奇，加上有魏渊牵其背锅，就算这张万福是骗子，还能白捡1盒茶，何乐而不为？每卖出去1份，中年男子都会给公子哥返银子，并点出返银子的一半交给喜顺当介绍费。就这样，中年男子的御茶很快就卖出去上千盒。就在这时，杜三娘小跑过来：“世子，清池雅苑开门了。”开就开呗，他家酒水用死人酒，姑娘也都是丑八怪，谁去啊？这次不一样，所有客人都去他那边了。为什么？我让手下人去探探，可手下人去了就没出来。喜顺，去6扇门把吕存孝他们4个叫来，再带一些弟兄，我要去看看到底咋回事。世子，你为啥不现在去？放屁！派出去的人都没回来，我去了被揍一顿咋办？义父，我们带兄弟们来了。身穿飞鱼服，一脸正气的吕存孝与獐头鼠目的老石，还有张龙赵虎双胞胎4人赶到。随本世子去对面探个究竟，我怀疑对方与科举考卷调包案有关。义父有命，我等自言跟随。上。渊哥，他们不愧是练武的，特别是这獐头鼠目的老石，昨天找了4个姑娘，那2双胞胎1人找了1个，但那2姑娘今天请假了，都肿了。帮我问问他们练的啥武，也教我呗。练武不重要，重要的是身体素质。就你这肥样，对了，吕存孝没找，但是找三娘把银子兑现了。不是刚给他预支5年工资，怎么这就没银子了？他到底干啥这么费银子？两人说话间，已进入了清池雅苑。此时的清池雅苑人满为患，座无虚席，魏渊等人也只能站着。魏渊一眼就看到了天上人间的保镖，此时这货正蹲在角落，拖着下巴，眼睛眨都不眨地看着台上。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人？渊哥，你快看台上，这娘们也太美了。魏渊看向高台，此时一名身穿白衣的女子，一边跳舞一边唱着小曲。阁下进文章，钟鼓楼中客漏长，严铃响，响叮当。白衣女子用江南吴侬软语
唱着评弹，声音犹如天籁，悠扬动听，仿佛能深深地触动人心，让其陶醉在他的音色之中。魏渊轻咬舌尖，瞬间醒了过来，回头看去，自己带来的吕存孝等捕快以及梁球纷纷露出如痴如醉的表情。此女武道修为高深，最少在宗师之上，甚至可能是大宗师。用类似天魔魅音唱曲，加上她深厚的气，让人不知不觉中被引入歌声。忽然，吕存孝一摇头，也破了这天魔魅音，不禁疑惑地看向魏渊。自己都是好不容易才醒来，魏渊看样子比自己还先醒，这让他不禁疑惑：本世子娘们玩多了，所以有抵抗力。只见这女子一头黑发如瀑布般流淌，眉目如画，仿佛一尊雕塑般完美。单论长相，此女绝对不输大魏第一美人倾城公主南枝。与南枝那种睿智才女气质不同，此女气质如傲雪凌霜的梅花，清丽脱俗又带着拒人千里之外的冷傲。正是这股冷傲勾起男人的挑战、征服的欲望，想要攀爬这座高耸的冰川。很快曲中，所有人从幻境中回神。这娘们真漂亮，唱的也好听，怪不得我们天上人间没客了。我现在都不想回去了。我怀疑这娘们有嫌疑，把她抓回刑部大牢。魏渊腰挎尚方宝剑，迈着四方步，专横跋扈地走过去。小娘子，刑部大牢的滋味可不好受，我出5000两银子陪本世子一宿，保证让你舒舒服服。没等魏渊话落，便被护花使者汪茂推到一边。我家冷秋霜姑娘可是卖艺不卖身的。卖艺不卖身？那正好，老子不给银子，那就不算卖了。你他娘是真不要碧莲，想要当我家冷秋霜的闺中入幕之宾，那就必须要拿出震惊四座的文采。文采？早说啊，本世子别的没有，就是他娘的一肚子热热乎乎的文采。噗！无数公子哥直接笑喷出来。世子，你的文采的确是才高八斗，还记得曾经在书院你的那首1片2片3 4片4片5片6 7片，别说震惊四座，把白马书院的院首当代大儒都震惊了。前些日子那首大魏胡什么趴蛤蟆一统还他大爷的一蹦跶那首诗，如今已传遍全国，无人不感叹世子您乃大魏文坛的救星。魏渊毫不在乎那群狐朋狗友，表面兄弟的嘲讽，看向冷秋霜。出题吧。世子，你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魏渊单手背后，另一只手向喜顺勾了勾，喜顺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知道魏渊要装逼了，连忙取出价值1000金的粘檀扇，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狗屁都不会的废物世子，看了眼第一美人，竟然写出了震惊文坛的惊世诗词。世子，你的文采的确是才高八斗，还记得曾经在书院你的那首1片2片3 4片4片5片6 7片，别说震惊四座，把白马书院的院首当代大儒都震惊了。魏渊毫不在乎那群狐朋狗友，表面兄弟的嘲讽，看向冷秋霜。出题吧。世子，你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你。魏渊单手背后，另一只手向喜顺勾了勾，喜顺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知道魏渊要装逼了，连忙取出价值1000金的粘檀扇，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魏渊猛地开合扇子，在手上转了一圈，轻摇白纸扇，两鬓发丝飘动。如果不是知道这货是京城第一纨绔，众人还以为他是江湖上的某位文武全才的风流侠客。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全场哄堂大笑，果然魏渊这京城第一纨绔，张嘴闭嘴都是美人，有个屁的文采。魏兄，就你这文采，还是别想着捅美人兮了，回家捅蛤蟆岂不是美哉？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秦代语兮，聊写衷肠。何日见许兮，为我彷徨。全场所有公子哥的笑声戛然而止，这他娘的也是魏渊能写出来的词赋。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只为玉兮无所将，何物今牺牲私堂。双翼聚起翻高飞，无感我斯始于悲。即兴所著凤求凰。我去你大爷的即兴发挥，就他娘的凭你，就你能写出这种词赋，你他娘的就是抄袭！我去你大爷的魏渊，你个抄袭狗，抄袭的朱思博对不对？没等汪茂说完，魏渊上去就是一个大嘴巴抽了上去。你敢打我？汪茂挥手一拳朝向魏渊的脸颊击去，魏渊抬起手，看似随意的使出一招化劲，而后用出太极斩手，将汪茂的拳头按在桌子上。剧痛让汪茂手掌张开，魏渊抓起一旁的象牙筷子，就像钉钉子，将他的手掌牢牢钉在桌子上。汪茂发出死爹哭妈杀猪般的惨叫。不管是谁，如我可以，但骂我母亲，他就必须付出代价。再有下次，筷子刺入的就不是你的手掌，而是脑袋。魏渊抓住汪茂的脑袋，狠狠砸向厚厚的实木桌面，连续几声闷响，汪茂整张脸血肉模糊，头破血流，鼻梁骨断裂，门牙掉了4、5颗，惨不忍睹。汪家侍卫这时才冲过来，但却被吕存孝等人拦住。谁敢袭击我家大人，统统带走去刑部大牢。
小娘子，不知道我为某人的慈父能否入你的眼，做你的入幕之宾？冷秋霜满脸厌恶，对魏渊做出一个请的手势。还请世子楼上请。魏渊带着江玉儿跟着冷秋霜走上楼，2楼最大的闺房，进门传来阵阵的寒梅幽香。把手放下，你的腰间软剑可斗不过我家玉儿的3挺宝渊刀。你一个纨绔，怎能看出这些？纨绔就不能有见识了？姑娘步伐轻盈，显然是轻功了得。如果我没猜错，你精通的乃是刺杀之道。如果你在暗中，我家玉儿恐怕不是你对手，但正面硬刚，10个你也打不过他一人。原来所谓大魏第一纨绔废物世子，一切都是装出来的。既然你都看出来了，为什么还要跟我上来？天妒红颜，因为我不想让你死。你还有3个月的生命，所以你敢光明正大的来刺杀我。估计今天就算我做出捅蛤蟆蹦跶的诗，你也会让我上来吧？如果我能治好你，做一笔交易如何？笑话，神医穆千秋的弟子，鬼谷一门的当代门主，都无能为力的病症，你……没等冷秋霜说完，魏渊一个眼色，江玉儿直接把他按在桌子上。纱布擦屁股，我就先给你露一手。果然是9阴寒冰体，10大武道顶尖天赋体质之一，但如果碰不到真正神医，你活不到18岁。魏渊说完，取出一根长长的蟒针，缓缓碾入冷秋霜的香间天宗穴，瞬间寒霜一点点顺着蟒针蔓延，进入魏渊的体内。魏渊头发、眉毛、睫毛都结出一层冰霜。魏渊张嘴吐出一口散发着冷气的污血，向后退了几步，重重喘着粗气。冷秋霜只感觉整个人深陷冰窖，只有肩膀处可以晒到太阳，暖暖的舒适感还是平生第一次感受。你想和我做什么交易？以无之寿，去而之命。我需要付出什么？其实冷秋霜已经猜到魏渊想要什么，这好色的纨绔肯定是想要得到自己的身子，所以在冷秋霜问出这话后，就已经嘲讽自己多余去问。如果治好自己需要付出贞操，那他情愿去死。我想得到的就是你的一笑。我的笑？你那么美，笑起来应该更好看，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冷冰冰的。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最是凝眸无限意，似曾相识在前生。姑娘，你可听说过什么叫一见钟情？未见你笑，可在我心中却浮现出你笑的样子，定然是回眸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回眸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你写的？难道说之前的凤求凰也是你所著，不是抄袭的朱思博？作为汪家的人，你怎会不知道朱思博那伪君子与汪家合谋残害我魏家？他那厚颜无耻、好色之徒，看见你的样子，可以想象满眼的欲望，怎会为我写赋？况且他虽是第一才子，但也是徒有其表罢了，恐怕还写不出凤求凰这种词赋。原来你知道朱思博和汪家是合作关系？之前也不确定，但现在确定了。冷秋霜不知为何芳心绞痛，看着魏渊，想起他明明是个透经百灵、才高8斗的才子，却要忍受天下人的唾骂与嘲讽，这得需要何等勇气？世子，我不会白白让你为我治疗，只要不违背我的底线，我答应帮你做10件事。武道顶尖的大宗师，原本只有3个月的寿命了，但却因废物世子给刺了一针，竟然能多活50年。世子，我不会白白让你为我治疗，只要不违背我的底线，我答应帮你做10件事。杀汪家的人也行？当然可以，汪家本来就与我没有关系，只是与我背后的组织有所合作。杀手组织吧，之前来杀我的2个少女死士，就是你们组织的人。没错，他们俩是我派出去的，没想到都失败了，所以我亲自出马。这傻娘们江湖阅历为零，看来之前一直都在苦修，一套话啥都骗出来了。今晚3更，魏府相见，我为你治疗。世子，我还有一事相求，如果你能治好我，我就不再需要组织给的续命丹。我想脱离那个地方，还请你救我妹妹。你妹妹在哪？汪家，这是她的画像。今晚来魏府治疗后接你妹妹。谢谢你魏渊哥哥。冷秋霜来到窗口，回身对魏渊露出甜美的笑容，之后翻身从楼上跳了下去。去窗口看看人走没？世子走了。魏渊一把抓住自己的衣领，自己丢自己，撞翻大门，飞出门外。守在门口的喜顺惊叫一声：“世子，您怎么样？来人呀！世子遇刺了！”卧槽，感动我们的摇钱树，士可饮，孰不能饮？孰能饮？二大娘都不能饮。老石抽出鞭子，第一个冲了过去。义父，我老实来就嫁了。妈的，人呢？好了，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立即马人去汪家。遵命。魏渊带着200多名捕快浩浩荡荡冲进汪家。提前得到消息的汪守鹤
早已在门口待侍卫等候，生怕魏渊和上次一样再把锦衣侯府给砸了。魏渊，这次你带来的人不多，反之我汪家侍卫多了10倍，所以你可耍不了威风了。威风？要不要把我爷爷叫来？我在你汪家的场子被刺杀，如果不是爷爷给我的刀枪不入软甲防身，老子就死在清池雅苑了。你汪家得给我一个交代。交代？你用筷子钉穿了我儿汪茂的手掌，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算你娘的屁！你要不给交代，我就找皇帝。你找吧，到了圣上面前，我也有话说。魏渊与汪守鹤仿佛有着某种默契，二人先是互相试探了对方的底线，然后开始不停的交涉，最后改成骂架，但却都仅限于言语，谁都没有动手。这一吵就吵了整整1炷香的时间。一名身穿斗牛服的捕快在魏渊耳边嘀咕几句，魏渊这才对汪守鹤放下几句狠话后离开。出了汪府没走多远，便看到身材瘦小的老石带着一名唯唯诺诺13、14岁的少女走来。义父，这就是你要找的？还是义父您神机妙算，让我提前潜入汪家？果然在得知你要来时，汪家偷偷把这少女转移，被我暗中跟踪，打晕4尾。别让兄弟们白忙活，带他们吃顿好的。另外，你们4个去天上人间找姑娘，还可以挂我账。谢义父。别怕，跟我走，晚上你姐姐回来接你。魏国公府夜半3更，忽然在院落中响起一阵暴喝，有刺客！魏渊第一时间跑出去，只见10多名身穿夜行衣的神秘人将冷秋霜团团围住。这10多名神秘人，魏渊从来没见过。但每个人身上都有浓郁的肃杀之气，以及高深的修为，应该就是存在于传说当中，只听命于魏伯约的天魔18起。看来昨日的大和尚让爷爷警惕起来，严加了防守。魏渊眼神微眯，同时心中暗惊，魏家隐藏的底牌绝对不止这些。来者何人？老夫棍下不杀无名之辈。魏伯约与穆千秋缓缓走过来，冷秋霜一脸寒冰，拒人千里的性格让他并不解释，只是在腰间一拍，淡蓝色缠腰软剑飞出，手持软剑与魏伯约、穆千秋对峙。别动手，都是自己人。你个龟孙儿，快过来！他可是大宗师级别的杀手。没等魏伯约话落，便看到冷秋霜那张绝美的寒冰脸上出现一丝羞涩。魏渊哥哥，我来了。走进我房间。冷秋霜羞涩的点点头，与魏渊一前一后走进房间。咣当，魏伯约手中龙头棍掉落，砸在地面上，发出一声脆响。这龟孙儿又拐了个大宗师回家。渊儿果然对付女人有一套，这点随我了。想当年老夫年轻时，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一表人才。老哥，这话你说给小辈吹吹牛还行，可我们俩年轻时候就认识啊，那时候你还在占山为王，抱头环眼，五履长髯，最多说威猛，但和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也不沾边啊。你想怎么死？说一声，老夫成全你。冷秋霜宽衣解带，只穿着白色布兜，一条白净的亵裤，躺在魏渊的床榻之上，羞涩地闭上眼睛，脸颊升起红润，紧抿着唇。魏渊把手搭在他俏皮的小肚脐上，让冷秋霜忍不住发出一声羞耻的声音。这一刻，冷秋霜脸红的都快滴出水，眉目闭得更紧。我要下针了，刚开始会有一点疼，忍着点。手指轻轻一颤，蟒针缓缓碾入了柔软白皙的肌肤之中，浓郁精纯到极致的阴寒之气顺着蟒针向上蔓延，融入魏渊的持针手掌之内。魏渊身体不停颤抖，原本刚刚心底压制不住的欲望瞬间被寒冷驱散。虽然魏渊已经够高估了这股阴寒之气的精纯，可当他吸收之后，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个气的精纯浓郁程度远超他的想象，仅仅是冷秋霜体内的2%，就让魏渊打破修为枷锁，进入武道的先天境界。原本躺在床上的冷秋霜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寒冷逐渐减少，这种温暖的感觉让他陶醉其中。可忽然阴寒之气不再减少，魏渊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叫。冷秋霜连忙睁开眼睛，坐起身，只见魏渊身体表面结了一层冰霜，浑身剧烈颤抖。魏渊哥哥，与公主有婚约的驸马却大摇大摆地去青楼找女人，而且还要把女人娶回家。未央宫，雪儿听闻外面有声音，好奇地提灯走出来，赫然发现南枝站在梳妆台旁边，用针扎着一个小草人，草人身上还写着魏渊2字。我让你美人兮，我让你不见兮，我让你凤兮凤兮归故乡，我让你凤求凰，扎死你，本宫扎死你。公主，您在做什么？没什么。公主您惨了。我惨什么惨？您竟为了那纨绔吃醋，所以您惨了，您是坠入爱河了。我怎么可能吃他魏渊的醋？只是想到他一介驸马，竟为一个青楼女子写出这般优美浪漫的词赋，本宫就控制不住心里的愤怒。这不就是吃醋？公主殿下，这凤求凰的确很优美，可说不定是那魏渊抄袭的朱大才子呢。不可能，朱思伯肚子里的墨水还写不出这样的词赋。想起凤求凰那满满爱意、优美浪漫的词赋，让
让南枝心底深处产生一种嫉妒，甚至他自己都想不通。堂堂大魏第一才女，大魏第一美人，南昭帝最宠爱的女儿倾城公主，竟会嫉妒一个青楼的风尘女子。雪儿，通知六扇门，让他们明日把天上人间还有清池雅苑查封。你个魏渊不就是写了5首破词，就你会写？本宫要和你斗词。锦衣侯府，汪守鹤一巴掌抽在朱思博脸上。你太让我失望了，一点不像个男人。凤求凰岂能是魏渊那废物所写？我不想听你的废话。这小子偷偷劫走了冷秋霜的妹妹。如果我猜的没错，冷秋霜为了让穆千秋治病，已经投靠了魏家。汪叔，等等我打给家丁确认一下。又换手机了？这手机还挺贵的吧？不贵，这是我在爱回收上买的2手 iPhone 14 Pro， 比新机便宜了1000多，真挺划算的。靠谱吗？靠谱。爱回收是专业回收的上市公司，他们家卖的2手手机都是自己回收的自营精选好货，专业质检，1年质保。买2手手机认准上市公司爱回收。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无声教对圣女背叛的事很生气，他们要全力对付魏家。这段时间都老实点，让他们互相之间狗咬狗一腿毛。当年你和匈奴皇室里应外合，让魏渊之父魏英雄以及他的2个哥哥魏谭、魏胡战死沙场，这几件事传出去，魏伯约肯定会把你生撕了。汪家主，请你相信我，思伯绝对没有勾结魏家。公孙瑾是热血流派，写不出那种情情爱爱的婉约诗词。魏渊的那5首词以及凤求凰不是你还能是谁？有没有可能是魏渊本身就有才华？啪！汪守鹤一巴掌抽了上去。是你自己傻逼，还是你把我当傻逼了？魏渊，就他娘的魏渊那种货色，他能写诗词歌赋。如果说下三滥、经营青楼、赌场这种事上他有才华，我姑且可信。捅蛤蟆那种诗是他做的，我也信。但你要说凤求凰打死我都不信。次日清晨，魏国公府，巨大的敲击木板声音把满床狼藉的魏渊、冷秋霜吵醒。被金丝缠绕的巨大衣柜内响起江玉儿的声音：“到早饭时间了，快开门放我出去，我饿了。”魏渊尴尬的挠挠头，冷秋霜在昨夜之前他还不能相信，所以早已让江玉儿埋伏衣柜中。只要冷秋霜对自己起了杀心，他就摔杯为号，江玉儿在衣柜里冲出来。然而昨夜连续5场的浴血奋战，让他把江玉儿抛之脑后，满是歉意的打开柜门，看着江玉儿：“去后厨找厨师点菜，随便点。”原本满脸哀怨的江玉儿瞬间喜上眉梢，蹦蹦跳跳，地动山摇的离开。魏渊哥哥，你昨日不是命不久矣？为什么？床上的冷秋霜此时见魏渊生龙活虎，哪里有生命垂危的迹象？可能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吧。起床吃点东西。冷秋霜刚下床，不由一阵撕裂的疼痛，让他差点摔倒，满脸幽怨地瞪了魏渊一眼。我去把饭菜给你端过来。那龟孙儿怎么还不出来吃饭？回老爷，听犬子喜顺说，昨夜世子的房间响了一夜的叫声，那龟孙儿又洗精洒水了。不是，这次是女人叫的。狗改不了吃屎，亏老子还以为这龟孙儿痛改前非。老哥息怒，毕竟那可是江湖第一杀手组织无声教的圣女，在大魏江湖上可以说所有青年才俊的梦中女神，能被渊儿弄到手，这也算是她的本事。可惜就有一点，无声教有个硬性规定，门下弟子必须是女人，而且不能失身，否则就以叛教处理。今后渊儿恐怕有些危险了。没有这件事，无声教就不派人杀那龟孙儿了。只要老夫还活着一天，这世间高手就不敢乱动。而且你别忘了，那龟孙儿身边单是大宗师就有2个，身后更是跟着一群神捕，想杀他难如上青天。可老哥你有一事不知，那无声老母就是个疯子，不按常理出牌。穆千秋见魏伯约并不在意，只能无奈地摇头。另一边魏渊的房间中，喜顺敲门声音响起：“世子，天上人间的大茶壶求见。”让他进来吧。大茶壶小跑进门，拿出一张纸递给魏渊：“东家，昨晚我就来了，但喜顺说您干大事呢，不让我进，小人就只能在大门口等到现在。”魏渊拿过宣纸，可以看到上面写着几首儿女情长的诗词：“月映宫墙夜色寒，孤灯独影对愁眠。珠帘不卷风微动，玉笛无声泪暗弹。思往事梦如烟，繁华落尽剩空言。”写的不错，比朱思博还要强上几分，但矫揉造作应该是女人写的，你从哪弄来的？整个京城的勾栏瓦舍、青楼花船，甚至教四方一夜之间都被朝廷要求唱这些曲，唯独天上人间不可以。宫里，南昭帝会针对一个枪楼赌坊，就算他要针对魏家军自断一臂的事，我都能想出解释，但这个是真解释不通。说话间，梁球急匆匆地闯进来。渊哥，卧槽，秋霜姑娘不是刺杀你的人吗？你俩咋还过上日子了？少说那些屁话，找我什么事？出事了，6扇门的老石带人把天上人间查封了。老石，他疯了，自家厂子都封。这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也就是老子打不过他，
等我姐回来，肯定抽死她。号称大魏第一才女的倾城公主，竟然因废物世子的一首诗词，把京城所有青楼都查封了。渊哥出事了，六扇门的老石带人把天上人间查封了。老石，他疯了，自家厂子都封。这吃里扒外的狗东西，也就是老子打不过他。等我姐回来，肯定抽死他。不对，老石这人很聪明，他带人查封天上人间，肯定是想向我传递消息，我亲自去看看。你安心在这养伤，我很快就回来。出了房间，梁球搓着手看着魏渊。我懂了，你是故意陷害秋霜姑娘，污蔑她自杀你，然后逼迫上了你的床。放屁！老子是凭借个人魅力。你有个毛的魅力，正好让她跳槽天上人间，肯定赚翻。没等梁球说完，魏渊狠狠一个暴力敲在他的脑袋上。今后你要叫嫂子，想让她去天上人间，门都没有。卧槽，渊哥你负真心了。你娶个青楼女子，你爷爷能同意？就算魏公同意，陛下那边咋办？公主那边咋办？你开个价，我收下也行。谁让她太美了？你刚才说什么？让你开个价，不管多少钱，绝对不还价，哪怕你要天上人间的股份，我都给。不是这个，前面一句。公主咋办？魏渊剑眉微皱，他想到了一种非常荒谬的可能。昨日他写给冷秋霜的凤求凰，让南枝吃醋了。疯了！这娘们脑袋被石头驴踢傻了，竟然为了我魏渊与一个青楼女子吃醋。当魏渊来到天上人间时，搂着花魁喝花酒的老石连忙起身。义父，宫里下的命令要求必须查封天上人间和青池雅苑，如果我不来，那就是四大神捕，他们和你有仇，到时候整不好会打砸一通。老石话音未落，就看到对面的青池雅苑中传来阵阵碎东西的声音，紧接着张龙、赵虎双胞胎两兄弟带着几十名捕快，把店里姑娘、老鸨、厨师推搡出来。知道是谁下的命令吗？据说好像是雪儿姑娘，就是倾城公主的贴身婢女。果然是她，这娘们要疯，脑袋被门挤了。主公，你得罪了公主。谁他娘知道咋得罪的？反正我感觉吃醋的可能性很小。南枝公主应该很反对这门亲事，甚至应该对世子恨之入骨才对。她到底看上世子啥了？财大气粗？老子的优秀你不懂，看来都是凤求凰惹的祸。本世子雨露均沾，再给他写一首诗词歌赋便是。纪顺笔墨伺候。大魏历3年，于朝京师笃一吏人，于颜之畔。其行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吾将归乎东路，揽飞佩以抗仄，唱盘桓而不能去。世子，小人也略懂一些文采。恕我直言，你这篇《洛神赋》好像不如《凤求凰》，满篇废话，词藻堆砌。你懂个屁！满篇废话，词藻堆砌。只有胸无墨水的人才会这样评价，但凡读过几天书的人都会觉得此乃绝世的文章，全副词采华美，描写细腻，想象丰富，情思全浅，若有寄托。仅三生有幸，能够见证这千古第一赋的诞生。有这么牛逼吗？以你的才学，看这篇骈文很一般，但当你高中举人，再看它犹如水中望月。直到有一天你登科高中状元，再去看它，就好似蚍蜉望苍天。我算是状元，但这篇骈文的确会让我仰望。我可以肯定自己穷其一生都无法做出与其媲美的文章。难道是上次我演技拙劣，被南枝看出了端倪？主公，南枝被称为大魏第一才女，虽然有身份加成的存在，可她的睿智却绝非普通女子可比，所以她看出来的可能性很高。我先试探一下她。魏渊又提笔写下一首小诗：独坐池塘如虎踞，绿荫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主公写的是蛙，你竟又写蛙，还记得上次的那首统孤蛤吗？公孙瑾说到这，忽然感到不对劲，表情惊变。主公，你确定把这首诗给南枝吗？虽然词语简洁，但却把你的志向展露无遗。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这是蛙，这气吞山河的志向，这分明写的就是龙啊！你是在告诉南枝，你想拥兵自重？你是知道我本来面目，所以才有的这个结论。那么如果我在你眼中还是纨绔，你会如何评价这首咏蛙？不错的小诗，退可攻进可守，正好试探一下这个南枝。主公，仅有一事不明，你的试探意义几何？
这天下不信难，他也愿意。南枝的作用就是把我爷爷绑上南诏地战车，你以为这南诏防范的是天下诸侯与门阀世家？殊不知他还防着自己那群儿子。今后皇子夺嫡，无论谁赢，估计都会拿我开刀，我死了南枝也不会好。可公主是皇子的妹妹啊。自古皇室多无情，妹妹算个屁！如果那时南枝人老珠黄还好，但凡还有姿色，估计还得改嫁去蛮夷匈奴那些部落和亲。魏渊说完，在洛神父下写了日期落款，一师一父都交给老石，让他进宫复命时，顺便转交给南枝。皇宫御书房，老太监来到南昭帝身旁。陛下，昨日公主下令查封了魏渊的天上人间。魏渊刚刚派人给公主送了一封信，老奴用手段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一诗一赋，赋写的还行，就是无病呻吟，故作矫情，辞藻浮华，主题是借天上神女比喻公主的美貌。但老奴看来应该是他花钱找人写的，诗是咏啊，很短，是他自己写的，又是一捅一蹦的那些破诗，看了脏我眼。但是不得不说，这小子是真爱写蛤蟆。在男女方面，这魏渊的确是个花丛老手，知道侄儿喜爱舞文弄墨，所以投其所好，送来诗词歌赋。年轻人的情情爱爱的酸臭，以后不用向朕汇报了。